汪荣祖教授所著《史学九章》第8章节目论清学术视频导论。钱穆的《中国近300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77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钱氏自谓，人公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300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钱氏赴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2之讲义，因与人公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于是钱梁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世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面、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会对前人的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既有所突破与进展。若仍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1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远瞩，大步迈进。本论述凭钱穆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人公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前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前书晚出10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前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钱氏清学史的看法。钱氏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300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以人公立意之外，亦有阐述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就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清学史渊源：清朝享国约300年，钱穆以梁启超所谓300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梁以清学史一对晚明，毕正以王学流弊之缓动，明末虚学之输入，藏书科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所言虽能不免简略，却每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济西学以及新概念对它的影响。
钱穆虽晚于人公一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人公一代，故绝不提16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仅为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接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评汉宋之是非。故欲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便无以评汉宋之是非。若然，则近300年学术史应作近900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300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900年之前。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枉王学的末流，而且喷谈政治之现状。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前世虽极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思想，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故为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与以往更渺不相涉，然则前世敬畏清初学风尽出东林，无乃太过。事实上，前世首章所讨论的王黎洲、王传山、顾炎武三巨子，乃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就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继之，并有以用事，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了定论。前世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习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篆抄袭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传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77种250卷，此外未科及译者尤多。仅改译人工所记，译者不少，为译者尤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延误。按传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书局1930年重刊，计70种288卷。如果传统文士转入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前世仅言以梁氏之意，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继子，学者最仅从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世。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之肯定，而两人对三世的评价也大同小异，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梁所接黎州虽出自阳明，实已提出致良知的心结，为治极行，以救王学空疏之弊，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也许未必有当。
然其断定黎州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则颇言简易该而不可疑。前目所谓黎州重实践、重功夫、重行，既不到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壁，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并未超出梁人公所提致良知的心结。前目为黄黎州政治思想一节，多取明夷代访录，所论与人工也稍异，引文亦略同。认为黄氏以具民主之创辟思想，所以则主要是代访录之所以作。人工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姜氏鲁之下问，也就是说，期待清廷的青睐，而正恰恰相反，实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前目则据全主望之言，为成书之时1663年，朝夕烟尘，已无可望，更无可待，故而代访录曾于黎州54岁时为黎州政治性为最后之成绩，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然而事实上，黎州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性位，似乎仍有所待。继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实乃代访录之底本。曾于前10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果有因无言而行之者，又何以乎吾之自行其言乎？足见黎州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其胸怀故非尽人可比。前目以人工赞赏黎州代访录所言尽是西方民主学说，虽无一词，却有意暗批人工曰：今读其书者，经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愚，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人工并非不知黎州处境之艰愚，若为还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实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愚而持此创辟之见，正黎州之所以异于常人。前李良对黎州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王夫之好船山，其书自19世纪中叶始出，才引起重视。梁启超虽自称为通读王书，然所著《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与王学极重要的位置，并所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为宋明哲学辟易新路。前目论船山，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观点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比前人见识多了。前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并推而言之曰：船山理趣甚深，词论甚拙，不图近300年所未有。及类之宋明诸儒，其博大宏阔，又为精简，概无多让。
梁氏接触王夫之反对，纯主观的玄谈，而前一言传山切中流俗，便或是言行者道悉落空之病，以及须知无解之无当本体，盖其发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故而既不空谈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此论也未托人工所说，传山提倡实行而不会原理。前目故标出传山喜言双动，与宇宙演化之妙，喜言变动，与宇宙演化之妙，为王氏人文进化之说。弘辟深博，为传山之演化观，不仅演进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兴亡起伏之机，实为一石破天惊之论，其前世未及见之。前目甚赏王学，未尝不因认为王学神力之言，仍是宋明儒家己货，有以张载正盟的学风为镜，展露前世一贯从宋之主张主见，亦因而相较之下，远古意习行，待正单理情愫，以前之见，皆不如传山之正。然以前世之言，以下之辩，以论李晚春，一论李晚春一节，都有发挥。仅为就传山桂花建议的强烈民主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仅以皇叔以种姓以下之皇有谨言，亦带过，未免失之交臂。前目论顾炎武，虽然在传略与引文上颇采良疏，但论点颇异。前目一则曰：亭林之自古因，乃成名臣地纪立之遗序，成名臣地纪立之遗序，以驳梁氏称亭林为汉学开山之说。再者曰：经学及理学，亦非亭林所创，因钱穆斋以先言之，亦在驳斥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历次扬名良知之说，虽为清出汉学之兴，前出明末王学反动，岂尽然？前世以此显然在挑战梁启超所谓论清学开山之主，是亭林没有第二个人。然而细查之，钱穆对亭林的结论实亦清楚，不做第二人想。不仅认同人工种瓜故学博学有闻行己有耻之经道，而且认为是并世学者皆不足相兼并，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又为以后清儒帅号为转己彼次，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节传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无也。
然则钱穆虽不因亭林为汉学开山，实以肯定其开山之功，与人公所言大同之意小异耳。总之，清初学者莫不针对明末空疏之弊而发，故提倡实学。清学之渊源于此，亦显而易见。钱穆虽言清学源自宋，然并不能无视清学乃宋学流弊之还响。太言所谓宋学自清以洁而无比无华，亦属事实。钱穆对清初三巨子的评价是与梁启超所见略同。清中叶之考据学，钱穆以传统学案题写学术史，但见学人先后出场，却难见学术与流派之演变。钱家考据代表清学的全盛时期，但全书实未能尽到其来龙去脉，而以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学开山之说，亦颇持异议。虽能以钱家考据上承亭林，然承袭之机不同。白硕宇曾批评钱穆将故事为复古主义者道学先生抄书匠歪曲了亭林考据学的优良传统，虽言之尖刻，不谓无见。钱穆尤其不应误解亭林所谓著书不如抄书之真意。故事之意仅仅是说盗窃或改串他人的著作，还不如忠实的抄书。而此一误解，却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据为目的而非手段。所谓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续复古以抄书的传统？显然不是。梁启超之《中国近300年学术史》，结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系对钱家考据学的详细总结。由此总结可知，所谓钱家考据学，却不免堕定还所，为考据而考据之机，亦非无据。今人探究考据极盛之故，常为专制政权禁锢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钱家正当清之盛世，时有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考证工作，其结果对古籍的复原与整理，对文化的承继，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说，为乃至明末清初以来重视大问学的自然结果，能以内源说补外源说之不足，为大问学与尊德性乃一体之两面，是不可一分为二。钱穆论钱家巨子以张叔树、戴震、东原以张学成实哉，与两世学术思想之交涉以焉未详，或有其门人续成之。戴震与张学成虽为钱家之要角，未得为包揽钱家时代学术思想错综复杂之全貌。钱书论及钱家时代，也为辖多元时代与学风的关系，亦看不见亭林考据学发展至钱家的过程，以及两者间之异同。休宁、戴震至东原，可说是钱家时代最享盛名的学者。不仅在考据学上别开生面，从字义、名物、度数以及通经义，所谓信孤名而后义理名，而且在义理上更颇有发明。
又令后世学者敬畏。胡适之就把代东元的哲学等同英国讲求实用的功利主义，视为清初以来反玄学运动的成果。梁启超也说，东元所言绝是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代政治精神渐焉，清学派之精神渐渊。梁胡两人皆将汉宋之争视为实学与玄学之争，而尊汉比宋之意义言表。然此恰为前目所能接受。然此恰为前目所能接受，并见诸其论述之中，如为东元学至江永，回涉又是诸子故里，弘上笃实，严厉尊诸。所谓代学原出诸学，张实在以先言之，为前目认为东元论学之变，由于受到会动的影响，使尊汉抵宋。尊汉抵宋，亦因而使前敌代，亦因而使前敌代。若为东元在四库馆盗窃赵东前教水晶柱，为至永乐大典即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则又效实在之次代。胡适之穷毕生之力至水晶柱，无亦为代事辩无乎？学者间相互激荡，是属平常。然东元是否闻苏州会试之轰而变，并无确据。亦如胡适疑心孟子之意述证和袁善受到原理学派的影响，没有确据。
但东元的学术思想却可分前后两期，而后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学术思想，即使他最后受到会动的影响而变，他的学术之精湛已远远超过会动。代学既不能归功于会动，亦不能将代之义送公诸怪罪于会动，更不能说代助会夺宋儒讲义理的传统。何况学术思想之变不可能突然发生，而是其来有自，理应是研究代证早期作品经考与经考附录，发现东元后期思想的发展大致都可在此早期作品中得其根源。然则代证思想有变有长，仍具思想发展的一贯性。东元晚年从变性义到变理气到变理义，亦有其一定的发展过程，并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导。钱穆虽认可东元考证之精拙，然并不认同其义理。太原强言代之名著《孟子志义述证》一书出，学者自是博成诸，而钱穆遵从诸子，始终如一。晚年撰100万言诸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位，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诸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以伦比。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公诸之论，故斥东元所论激越深刻，诋毁遗混，以东元颇自汗焉。亦因而下士东元曰：余观传山议论，颇多与东元相同，然传山极尊宋儒，其事超于东元矣。因亦颇为借重张实在批代之言，若为东元以诸学传统反攻诸子，故实在讥之，为其饮水望源也。更说学问之事，不尽以信估考试，以夺代学之长，并断言东元会有余而事不足。钱穆颇恨以诸夫子为难之人，大是方东树。前世毛头记指定东元，与张实在自多表同情，然张氏在钱家时代时遭冷遇，其书亦未出。钱穆专章论实在，与东元相抗，而以张大其人。所谓东元实在，乃钱家最高两大师。亦如人公谓张学成为钱家全盛期与退婚期间一重要人物，不免夸张。实在之成为重要人物，乃后世之发现与认可。实在之学，也多后人主观的诠释。实在针砭汉学家之言，即为钱家汉学家所知。
则又何从影响其时代？以时代学术之重要，端视其影响的深远、深浅，以及反响的轻重。就此而言，代证无疑是清中叶最重要的宗师。梁启超以段义才、王念孙、王隐之父子为最能光大代门之类的后学，显然着眼于正统汉学之朴学，其一脉相承，总是真华之基，理然可循。钱穆则以焦礼堂焦循、阮云台阮元、林次仲、林廷堪继代之后，三人顾及重东原，亦接受东原的影响，然未尽受代世还离及钱穆之见。焦循虽学中东原，不免逆于时代考据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艺之才，故思辨深赞，可以东原实在鼎足，甚至较东原为严密，亦因而能不随汉学家考据之风起伏，进而能中代元张学成代张两家之长，字数一致，所可译者，礼堂既未得读实在之书，又何从终其长乎？不过焦循的思想确有可述，尤其时变旁通之意，以异端直一之说，非同凡响。钱穆虽言礼堂旁通异端之说颇详，昔未能就两者之意义多所发挥。如时变旁通，是否以发清记变通思想之先生？异端直一，是否以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论，实无需局限于汉宋调和一端而。阮元之学故意植根于东原，古训名而后义理名，训孤名啊，而后义理名。钱穆因见阮之长于归纳，有别于焦之长于演绎，故谓阮重实事求是，近乎诸子；焦主自私求通，近乎陆王。有焦阮性情之意，以明学徒之臆测。再因阮氏出处较显，铸成汉宋兼采之风，所以以礼易代之礼，然论经实以代同尊行清。曰：东原言性善，专就实色之性言之；以次重言礼，专就声色味之好恶言之，同一师也。而灵魂术礼的旗帜，更沿汉宋门户，则杨代之风而益甚矣。为灵亦颇道汉学流弊，不以号骂宋儒而高自标志为然，也不以喜胜演周孔为然。列此皆颇合钱穆之意，
前目标举东元后学之意，可以列见汉宋门户以及两人道术之意趣。前目论述论教训阮元灵庭刊之语，附录东方东树方直之，涉及清中叶学术史上一大公案。事关桐城派侠院攻花汉学。梁启超说方东树著汉学相对，遍抵盐湖会带所学，不遗一例。为梁氏虽说其书为宋学辩护处，故多依旧，然认为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前目则谓黄东树之书，颇足为汉学争编，有乐见其尊护诸子，虽因方式适口无忌，其书之水准也不及实斋之通义，以陈理之学思路，但风格差劲，皆不满当时极盛之汉学，并可觉其病痛者。但是梁前两世均未对此一公案做全面的探讨，并未追究其学术史上的意义。前世仅在附录之中稍稍涉及，隐约不彰。按照章太炎的说法，待朕自学深邃，令诸儒赠怂。愿为弟子，天下人虽敬重经儒而轻文士，导致文士与经儒间的交恶。桐城派文士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的桐城义法，但是桐城诸子并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忽没，大言自壮，故尤遭轻蔑。姚鼐想做代朕的学生，会被接纳，感到羞辱，乃不断抨击朴学残碎。后来方东树写《汉学相对》一书，虽不完全是污蔑之言、污烂之言，然方士本人亦属文士，强以宋儒自居而行不复言，所言汉学弊端，仅仅是为是，反增纠纷。近人诸为争以此一公案有进一步的论述。那位姚鼐死后，将还转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又转宋学渊源记，独不记桐城诸家，因而结冤。方东树及姚门弟子，反应最为强烈。凡与汉学有关之人，都在攻击之内。尤即使于代朕与扬州学派，以维护诸子以发明道统自任，学术价值虽然不高，但颇得桐城、杨湖两派之声援。更有近者方东树身后，正值咸同大乱，曾国藩被以当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汉学相对亦随事变而风行一时。然而变局之下，
汉宋时两败俱伤，双双凋零。诸事所论，颇能补前两功之缺。盖思想史之研究，不仅需追究汉宋间理性对话，且需顾及学者间之隐情失踪，亦需注意时代因素及其影响。前目著作体例引一段评说一句，不脱旧时还礼。实难阐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晚清学术史。晚清学术造自钱家朴学四维之后，讲求复古。钱家考据学风崇尚朴实，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有谈无根。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繁琐、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际衰相已著。梁仁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居于汉学本身，因迟滞而腐败。汉学家尊古而善于之矛盾，以及咸同战乱之刺激，是以经世纪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钱家清学的衰微。前目论清学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元以来朴学家立指宋儒之徽事，故述衰世之记起者，多以调和汉宋为言。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旧学与新学的良方。不过畅言汉宋调和，即使能够落实，是否足以应付道咸与这的事变，殊为可疑。而此一关键问题，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正当道咸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汉学因经文的复兴而趋分裂。经文之复起，这与钱家兼著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然经文之惨绝奥旨，往往千罪比附，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自非前目所能允可，故目为浩荡之风，较其比试会动有过之。若为其实，则为供养，又转而为经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演学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学术自道同趋失灭，无救二应。前目此语。总结经文学在晚清的影响，认为关系到学术治道的失灭，甚至将清代的覆亡归罪于经文。此等大事，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明其因果，岂能一笔带过？梁启超将经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钱穆也认为，常州经文学虽然其庄存立于刘宏禄、宋凤祥
然便以龚自珍以为源，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龚自珍是将经文学派之清古经推展到注重实证，龚氏却是清如在百年文字阴影之余首开发出政论风气之一人，在学术上固然为钱家经学的反响，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生，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世人。凡此皆龚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深细究。然前幕后因其鄙视经文之故，对龚氏的评价偏低，因为其承袭张实斋之说，在习其屡试不受而消极，以至于往往有彷徨企图莫审侍从之慨。又说定安的定息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成，亦非能开风气，虽可说明，即使今西有那个字，上面今天的今，再来是西东西西边的西来，这个字很少见。金啊有啦，它的器皿的名啊，也不能有所作为，足不免自我否定其学术思想之重要性矣。节目《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一书的真正英雄人物终于登场，此人乃曾国藩，181到1872年，活了62岁。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前世所说，国藩学业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此论显然与钱家汉学家义，代表晚清反考据之学风。更何况曾是以中兴元勋提倡经世致用，以挽救世风为己任。曾氏理论谋汉宋会通，胡子礼教，而礼以实为大，遂达经世济实的目的，不谓无见。然而前世不仅以专章述征，而且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占褒有加，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如以杜马补喜正之篇，以礼为之纲领，管经世考核一礼一牛，密字旁一个官啊，管经世考核一礼一牛，尤为体大师经，足为学者开义归敬。又说以家道汉学家继东元后，专以考定古礼冗碎为能事者，回不磨焉，迥不磨焉吧，可能是迥而不是回。
又推议其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以至于敌生之所成就，不仅看平大难，足以正朔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识，有清201年，故意少见其批矣。故而敌生之末，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少见其批矣。故而敌生之末，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时同治中兴所谓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以此足见曾国藩在钱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实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见钱穆与曾国藩在思想与意识上之相契。现代学人之中，故不仅仅陈寅恪之思想在湘南皮之间也。曾国藩之外，另一钱穆青睐挺远的晚清学者是粤人陈理，号东蜀。东蜀完全是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钱氏以东蜀深知大乱衰逝，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性古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师，故意晚风气，编流俗，主汉宋兼才，有意提倡新学风。所谓新学风，以前世之见，只是不分汉宋，以求微言大义，且不期而已。张时斋晚风气之说相同，并响应方东树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则所谓新学风，实无新意，更何况钱穆又说东蜀之学仍不出古训，其意实意汉学家勿专务训诂，勿忘义理。若然，则东蜀乃汉学之振兴者，亦不得谓之新学风。另可注意则，钱穆于东蜀的学术实未以多许，若谓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承诺，又排比众说，不宜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以两汉400年，诸如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取去抉择，在作者虽自有为意，而至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为研制汉儒思想者亦完备之参考书也。又说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是不如研习哉。言读书为重经籍，是解释不如张时斋。既如此，则又何须专章论述陈理？原来钱穆全自其向往之意于东蜀者，因东蜀历次事情既然且躁，不肯读一部书，
而好以胜古人，否纵前世当世之感慨。今日安得东蜀其人者，以上晚之以诸子正君，相率去以博学之福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诸子正君云云，力荐前世本人学术思想之归宿，而胡论学好恶，以胡论学好恶之所本。康有为虽是节目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一书中之殿军，也就是结束清学史的大学者，但是钱穆对康之评价甚低，以梁启超对乃师的赞赏迥异。钱氏认为，康之公羊改制说，实自川人廖平剽窃而来。甚至说康门学说尚是廖继平范围，岂不是说若称康门，还不如竟称廖门？至于李应大同之说，康虽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抄袭也，而所论也不出谭嗣同的人学。然则依钱穆之见，康有为并无自得之学可言。前世清学史的完结篇虽有极为消极的结论，常述之于考据如料，如于思想如谈，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以后，还其自为矛盾冲突抵消，以弃于灭尽，则300年来学术志士已告一结束，扫地次第，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至伟。之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是称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扫地次第，未免言之过当。盖后起者，颇多自认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康之思想非无创意，所谓矛盾冲突也非不可解释。康有为固然受到廖平的启发与影响，但两者的规模与目的决异，殊不可同日而已。萧公权先生之康有为思想研究已有定论，以康之评价，为萧钱两世可各持一端之词，属是否公平判断之事，将康氏震动一时、影响深远的新学维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说成完全剽窃廖平既无影响的知圣篇与辟流篇并不公平。既为窃制廖平所窃之货，无论好坏，自应由造货原主负责，且又即使已非造货之人，竟为常数抹杀一切，强辩曲解，图乱后生耳目。果如钱穆所言，其说来自廖平，则抹煞曲解之罪，岂非应归之廖平才是？康氏论学却常不顾证据，强词夺理。梁启超亦不讳言，钱穆就纯学术之观点批评康鲁莽灭劣，亦不为过。然而不能不体会康氏著作之为旨，言不在纯粹的学术考证。康明欲学以致用，甚至以学术作为达到政治改革的手段，
亦因此能在思想界引发飓风和火山。钱穆认定康氏思想这两极端，以为戊戌变法是走极进的极端，而民国以后反对共和则走保守的极端，似乎前后自相矛盾冲突，实则未能全面掌握康氏三世说而致悟。康有为演三世说为政治改革理论。一个基本点就是制度演变必须循序渐进，而不可劣等。戊戌时期保守势力仍强，必须极力求变。而民国以后未行君主立宪，就举行民主共和，有违渐进之意，造成混乱，故极力反对。若知康氏理论之整体性，便知并无重要的矛盾或自相冲突之处。萧氏研究康有为之最大贡献，要能厘清康有为之现实与理想面。现实面具有改革而争中国与现代化富强之意，而理想面则求世界大同于未来，乃分属二个不同的境界，是当前与未来的关切原本不同，并非矛盾。就康之大同理想而言，内容之丰富，诚如萧氏所说，康有为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主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凡细读康氏大同书者，当有同感，而钱穆竟视之为无端发此奇想，以空想为游戏，此彰不实之论。中外乌托邦思想多以精深或浅薄，仍有其客观标准，非仅凭个人好恶、同情与否而能断言者。前世悟今闻，是改至为荒诞，无从体会康有为思想之重要与意义，失之多矣。西历东渐，康有为及其同时代有识之士无可回避的挑战，故探讨晚清学术思想必不能不细考西方因素，而西方因素正是钱穆论晚清学术史之最大盲点。他仍持有根深蒂固的本位主义思想，谴责用以变现，而不去处理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的新时代课题。以至于在前世笔下，清代学术思想传到康有为，变得矛盾冲突，一无是处，无所适从，而有扫地赤力的错误结论。结论：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由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20世纪的人写19世纪之书，前世写清学史是设身其境，以先贤唱和或辩难，
而不是一代学者做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士就是钱穆，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建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推崇宋朝尊敬朱熹、朱子的基本心态。钱氏自身之学术思想背景如此，其论清学史亦只能选取若干学者，述其传略，摘取其著作要点，以其个人的信仰加以评论而已，取样不广，难见学术思想之全貌。一时代精神文明的整体，只能说是学者之学术思想列传。其所论清初学者，议论与梁启超略同。论清中叶钱家考据学，则与梁较异。钱务朴学，比宋公朱，颇自激谈，而梁则甚喜朴学的实证风尚。论晚清，则钱梁所见决异，道咸以后思想之变局，莫重于经文的博兴。学者由论证而图政改，常有为以学人推动变化而致高峰，故梁士康乃晚清经文运动之中心，诗学之集成者，而自称经文学派最猛烈的宣传者，亦自认学术活动虽具政治色彩，然寄望于新时代之启蒙，甚为殷切，亦颇乐观。前则是经文改制说荒诞不经，教会动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士康有为儒学术之罪人，以其为清学之总结，亦逐渐正学俱亡之不可挽救，其情悲观，两世背景与思想俱异。遂有颇不相同的学术结论。从现代的学术史研究而论，钱穆与梁启超在方法上均无多突破。现代思想史贵之在特殊历史时间中，思想与思想间的相互影响与演进，以发现其时代思潮的特征。而时代思潮面向稀广，为仅由名家巨著所能形成。于不见经传的短简小册之中，也可窥测时代思潮的趋向。时代思潮错综复杂，亦非必一致，同中或有异，而由一时代转变到另一时代，也非干净利落，往往星光映目而旧影犹在，清学史自早期经中期到晚期的纵横发展与演变之机，以及在整个思想史上的意义，有待在先贤开拓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以上是汪荣祖教授所著
史学9章的第8章，钱穆论清学史述评。王荣祖教授所著，怀据说史阐论5篇，史学9章第9章，怀据说史阐论5篇。导论。怀据是钱钟书先生的别号，点出元好问诗句：夫怀据以无多地，秋水明蛙至一天。以前注管锥篇，书名语出庄子，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两者貌异心同，类见前世胸怀。按现代学术分类，钱先生自应入文学家之类。然而自管锥篇问世之后，已充分证实全学之深博，浩浩乎涵盖文史哲3大领域，而绰绰有余。其国学之造诣，当是故已是硕果仅存，而其对英化德意等西方语文的熟练通解其经典，当今鲜有能望其项背者，因而最能表扬中西诗为名气之处，往往旁征博引，新语浑是旧句，东海西海圣人同心，可能开展眼界，舒荡心胸。故此亦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哲通人，其学也绝不能限于文学一域，值得广大的文史哲学者，尤其是耕耘一方、专治一端的史学工作者，借照灵璧之光。本章之作，即在彰显怀据之说史，不仅视其语义，发其韵意，而且效其笔法，推而广之，阐而论之，共分5篇。第1篇，史学之体用；第2篇，史事之循环；第3篇，文史之混合；第4篇，史韵诗心说；第5篇，6经皆史说，以供史学界参考与商榷。第1篇，史学之体用。怀据引《左传》正义、杜预序，拈出为而显，质而会，婉而成章，进而不污，惩恶而劝善，5例。前4例指在彼之体，第5例则为在彼之用。认为吾者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但经竭力以求以何者也。又为无力者，使史家之选古，以此展示传统中国史学的最高标准。史学之体及历史的本质与内容，是如认之为铁质；史学之用，则如立之于认，两者有相待之地，思辨所需，不能纯以2分法解之。历史的本质到底为何？一般认为具有2义：
意为真实的往事，意为往事之记录。怀据说时乃指后者。事实上，真实的往事如湖上之风，寒潭雁影，既是已无从直接追捕，唯有从文字记录中去重建。然则历史乃重建之文体，亦就是载笔之体。用近人的说法，则是文本 text 叙事 narrativity narrativity 之类。而历史叙事贵在求真，故是否真实知识体大。怀据有云：史必真实，史可凿空，即道出史之所以为史，史之所以为史。二者性质有根本之异。若为史必真实，史可凿空，则史故非史，史亦非史。至于历史之用，乃真实的历史记录所能与今人以及后人的实际益处与用处之分数如下：载笔之体，历史既然是史书，也就是载笔之体。怀据特标出所谓危险与智慧意义是各相反，两者实相反与相成，莫不在讲究史家文笔的技巧。刘勰所谓之引秀，也就是在言引为之旨。引也者，文外之重职者也，文外求显文外之重职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又也，若篇中之华引等数儒之无学，句间显秀，如记事之少真。然而后有会色而为深，虽傲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逐渐隐秀也是相反相成，恰到好处。故所谓隐晦，是为了文章写得好，避免直言说破，皆非含混难懂。历史文章也并不例外。刘子轩已有所发挥，危险惨忧，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更进而解说道：贤也者，系辞入说，礼尽于篇中；会也者，省字约文，是意于句外。然后读者忘表而知礼，门毛而辨古，睹一事于句中，反删于字外，会之时亦不亦大哉！逐渐史文须将事说清楚之余，尚需讲究意在言外的技巧。古人之所以要讲求为会婉之道，还具列举数义。一日省文，因为古人无职；一曰省文因为古人无职。汉清科简为例不易，然而并不是说有了职就可以还原，行文仍需省略。所谓门毛辨古，不必写若必称，以孔子所谓的辞达而已的意思。昔人修辞之常言，也要求去赘字冗句，强调结饰为美。
不过言之无物，实体虽美，亦是徒然。英国史学名家艾尔顿曾说，若无好的内容，再用墨雕饰也不会讨好。Unless the substance is good, the appearance, painted even an inch thick, will not lose. 还不如隐之。就此而言，刘知几所谓若无一闻其事，而则使臣显其良知之体，生其委婉之才，盖亦难矣。以英人所说，时貌亦心同，然则隐晦之道也应包括略去无足轻重之往事，亦如昔人所谓，无需记录灵猫昨夜生子诸事。反而成章也无非求实体之美，怀具为行文以含蓄，故亦必直言说破，而隐去其词。如用代题，若以倾城代隶书，之类，亚里士多德早言，文辞之高雅，不道明而述其状。所谓不道明而述其状，即表达特定之动作。Express specific actions， 而不仅仅叙述动作的存在。State that those actions exist。历史文章是否也宜求高雅？试看古今史学名著，鲜有不以文传者。就是司马迁故班固。无论以西方史家行文志士飘逸，莫过吉朋其罗马帝国衰亡时有云：罗马建筑多消失于历史之中，少能免于破坏的厄运。How many have escaped the noise of history? How few have resisted the ravages of time and barbarism。多与少相反与相成。弦外之音，则是风流莫在，岂非甚合隐秀为意？尽是作史者力求谨言，行文亦如科学报告，往往不堪卒读，以为逝者所叹。专业史家已把历史文章写得枯燥乏味而细琐到Jejune and overly specialized。当今耶鲁名师彼得盖更极言史学文体之美，只为文采风格乃史家的科学之艺术。Style is the art of the historian science， 皆不脱婉而成章的为旨。苏老泉史论提出隐而彰，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隐而彰，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较有新意的是直而宽，可谓史评的范例。史家应直抒其事，而不失宽厚。隐而彰则展示传统纪传体例。所谓本传绘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以善也。夫亦隐而彰乎？至于中国传统史学上避讳于世，故与刘勰所说隐秀无关。此一中国特有的风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2000年。
持受为尊者会、为贤者会的春秋笔法影响，也是价值观影响史笔之力啊。但避讳并不是真正掩盖或消灭史实，虽不明言，情意已在言外。否则自两宋以来，避讳之学又何从建立？不过为读史者制造麻烦而已，而此一麻烦也已大致被陈元破解，故无人后可称之为讳而不淫的笔法。这种笔法一方面照顾到道德传统，而另一方面则可不必遮掩历史的真相。历史记录必须要有记事本末式的叙述，也就是要有完整的故事可述。刘子玄所谓史之成美者，以叙事为先，成千古不易之党论。为历史文章虽借文字创作，然贵在真实，难也在真实，故载笔之真不可不论。载笔之真，怀具以尽而不污之力，论载笔之真，并演为二义。一曰：知不必尽，the truth but not the whole truth。二曰：尽而不污，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史家信奉时以纸笔为最高的指标。史家奉信史，可靠的历史信史，以纸笔为最高的指标，即怀具所谓史学求真之贤古，古今中外并无二致。西方近代史学之富兰克的名言，直抒其事。久为史学求真者所乐道，是主述希腊史家卢辛，叙事如其史。修习提底诗也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以信史自认，若为述真 （telling the truth），确实报道所发生之事 （actual reporting of the events），显然以为史事之真相可得。然修士并非相信尽而不污者，故认为可得真相之史，唯有近代史以及政治和军事史。18世纪西方启蒙精神更添史学求真之信心。19世纪新科学时代再赋予史学以科学之地位。法国史家于20世纪之初在首届国际历史学会上，给予真相，所有的真相，除了真相没有别的的处事 or th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以推意史界同仁，影响所及。1902年，英国史家伯里就任剑桥讲座于史学，推史学乃科学，不多也不少。History is herself simply a science, no less and no more。与同事相勉。1910年，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哈特接着宣称，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学派。What we need is a genuinely scientific school of history， 并以达尔文为典范，此故非当时一家之说，是刘洪所批潮流之所上。史学若果如科学之真，尽而不污，自亦可治。
然而，信念如果不能落实，选股不能种地，仅止于信念与选股而已。大约1世纪来，实践证明，进而步入苏南求之于史家。史家并非不愿为，实在难以做到。即使求之不必尽，也颇费周章。且不论实践证明史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真实精确，而二者的性质也根本相异。历史相对主义与怀疑论历久不衰，岂非无故？而近代史学本身也遭遇到后现代的质疑与挑战。重建既往的历史，主要依靠文证，其次有赖于考古发掘出来的物证。文证与物证的缺失或残缺，故无真相重现之可能。即使史料出则汗鸟，居则冲动，真相是否能真正重现，直接牵涉到史家的心态、古今语文的能力、观点和见闻的广狭，以及探机索引的本领。真相是否能真正重现，直接牵涉到史家的心态、古今语文的能力、观点和见闻的广狭，以及探机索引的本领。史家以今观古，今我势必受制于今。苏南真正将汉还汉，将唐还唐。若以怀据所谓我既有障，物遂失真，同感沦于幻觉，用之于史，就是说今人观古作史，要能够与古人古事同感，始见其真。如有今障，则古人古事遂而失真，所呈现者今人的幻觉而已。以德国大史学家蒙森之尊在其名著《罗马史》中，精意刻意美化凯撒，以凸显作史者期盼当世强人出头之渴望，期盼强人统理当世，就是今障，遂令产生对历史人物的幻觉。放眼现代史学史，历史真相呼应三大主义一大潮流之挑击更显得一直残缺不全。其一，马克思主义暴露了传统史学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暴露了传统史学的片面性，只注意某群人、某种阶级，而完全忽略了大众、被剥削阶级以及许多社会经济因素。马克思主义剧作家弗里希度，他一人干的吗？有极为传神的话：年轻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他一人干的吗？凯撒打败了高卢人，难道身边连一个厨子都没？ The young Alexander conquered India. He alone could beat the Gauls without even a cook. 其二，女权主义暴露了史学的男性性格。女权主义暴露了史学的男性性格。
在历史上很少看到女人的影子，难道男性后面没有伟大的女人吗？岂不是少掉了人类另一半的真面貌？历史真相国有之，也不过是犹如徐辉之半面风流罢了。其三，或殖民主义更揭示出历史乃胜利者的历史、强者的历史、白种人的历史。如萨伊德所谓，缺少一种对位法的视野。对位法的视野。Contrapuntal perspective， 遂令出现另一种的片面性。一大潮流乃60年代以来风行的新社会史，此派谴责旧史之排除弱势与敌对族群。旧史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犹如政治宣传。此派因而有历史不可能客观的结论。三大主义一大潮流固然转换了历史的焦点，同时也透露长久以来历史真相之不尽而且有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或殖民主义一大潮流是新社会史。这三大主义一大潮流转换了历史的焦点，同时也透露长久以来历史真相之不尽而且有误。透露有点漏，铺路的路呢？透露了长久以来历史真相之不尽而且有误。新社会史历史家所得史学不可能有客观真相的结论，何以史家自挖史学的坟墓，趁虚而入，欲盖史学之观者，岂非后现代的理论服务后现代主义初见之于艺术与建筑，后来发展到包括文史在内的各个领域。此后现代主义者，尤其是二战以后，由于对科学与理性之反动，进而挑战史学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并强调语文的不稳定性格，认为现实由文字所创，为人说话，而是话由人说。而文字本身可做不同的解读，就是真理的障碍。故后现代名师傅科与德希达都会说，追求真理乃西方世界最主要的幻想，而要将真理从西方价值观中解构。出来，deconstruct。真理既非绝对，而是相对，故傅科又言，每一社会都有其自己的真理，有其自身的真理政治。Each society has its regime of truth, its general politics of truth。也就是认定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别无真理可言。连科学也是意识形态的组件，如科学实验室背后都有政治方案，然则亦建立在科学法则上的近代史学。依此后现代主义者视之，终究不免落空。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其来有自，在西方历不细记。且看叔本华的极端之言：历史女神像
代梅毒的妓女一样，满口谎言与虚伪。Clear the mouth of history is as thoroughly infected with lies and falsehood as is a common prostitute, which syphilis with syphilis。历史你是像带梅毒的妓女一样，满口谎言与虚伪。即使在科学方法治史刚开始的20-30年代，20年代，也已有美国史家比尔德和贝克为首的历史相对主义之出现。每个史家都可写他自己不同观点的历史，表出个人的经验，适应个人的感情，合乎个人的美感。后现代主义者更推而广之，彻底反对史书传统，认为历史叙述与小说故事并无二致，且为史学工作乃是在推广历史是一种知识的迷失。Promote myths that history is a condition of knowledge。后现代的虚无主义者执意终结历史，换言之，连值不必尽都不可能，连历史至少有部分之真也不被承认。总之，已经游猎的遗骨派，由遗骨而来的极端相对论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完全不接受史学之中有任何绝对之真。如果史无真可言，则史岂非有名无实，形同行尸走肉了吗？最近，美国有3位女性史学家有感而发怀疑论深入西方文化的骨髓之中。绝对怀疑论虽未必深入中华文化之骨髓，但以古后遗史绝不始于近代西朝东来之后的中国。孔子早探文献不足争，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也令具有批评眼光的刘子玄感到远古之书期望甚矣。其实不仅是远古之书，使之不止带有其书。在子玄之前，刘协作史传篇，以名言史书而难之本源。一是据传闻而穿凿旁说，二是由于事情厉害而含糊笔端。这是说历史因受外在的因素而不能真。说到外在因素，不能不提传统专制体制对历史真实性的影响。所谓的天子不观史，传为美谈。然而天子若真欲观，谁能阻之？董狐书法不淫，难使执笔，更是千古美谈。但又有几人愿以性命相搏？诚如刘子玄所说，世事
如此，而则使臣不能生其强项之风，立其毁攻之节，盖亦难矣。此反而可以说明执笔信史在传统中国之困难。除了外在因素之外，名人已经怀疑到作史者的内在问题。数千百年之登场者编贯之，更具数千百年之观藏者同意之作者述者，互在存亡于信之中。即有语言状貌，谁属之？即有神情意度，谁记之？而况深谋秘计，爱事昧情。挑人耳目之表者乎？大抵郭苗击凿，郭苗溃凿。古人借之以不实者羁绊，敢混花书，借古人以治学者羁绊。所谓的登场者和作者，应指历史人物。而观藏者和述者当然指的是史家，两者之关系用存亡于信来形容，所得真相当然有限。不仅此也，残留下来的历史竟有一半是今人的花书，而非古人的心境。可见有不少中国传统史家对有文字写作的历史都不表乐观，也并无太多的信心。清代的张学成也觉察到，史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武于大道之功。也就是对作史者本身的不信任，故主张史德之说。然而史德像其他道德规范一样的笼统，并不能一定落实史家的公心与客观。郭松涛以其亲身体验，深感后之编史者，据奏报之词，以为真信，失之无多矣。吾史之失无，其言有事，或必以耳目以见闻，或千里流俗之毁誉，或以一人之爱憎而一二义之流传，又加以附会，或以一世之得失而其人生平之大端，反为之趋势。后之编史者，据奏报之词，以为真信，失之诬告的诬，失之诬多矣。吾史之失无，诬告污蔑无，其原因有事，或必以耳目之见闻，或千里流俗之毁誉，或以一人之爱憎而一二义流传，又加以附会，或以一世之得失而其人生平之大端，反为之趋势。大抵中国自古以来并不乏于史不实，以及何时为难的论述。
此正以近现代遗古派已可乘之机。怀具艺术以为是不可尽信，而且体会颇深了。不过他更深入探讨不可尽信的原因。其实外在的因素如政治或宗教的迫害不值得细究，因非史家或史学本身的问题。他认为一个具有充分史德之人，即使耳目不闭、不牵流俗、免于爱憎、不加附会、不做趋势，亦未必能写出客观公正之信史。他说：“即自存良直，言有征信，而措辞下笔或轻或重之间，每事机位而引机为动，以慎若走作，迷进士而大乱真。”这是谁写的？怀具说的吗？他认为一个具有充分史德之人，即使耳目不闭、不牵流俗、免于爱憎、不加附会、不做趋势，亦未必能写出客观公正的信实。他说：“即自存良直，言有征信，而措辞下笔，或轻或重之间，每事机位而引机为动，以慎若走作，迷进士而大乱真。”钱钟书的谈艺录哦，谈艺术的艺呢，谈艺录，160。此一走漏观啊，颇具创意啊。他曾引德国的剧评家莱辛之言啊，为画图必须手绘，以自演自晚至毫端，距离甚远，沿途走漏不少。史家对往事的图像每一点都要凭想象。Historian's picture of the past is thus in every detail an imaginary picture. 若眼前既无具体的形象，则必须根据残存的史料拼凑成图。再次描写走漏势必更多，因而往往虽得古人之言，亦未必能得古人之心呢。古人意言辞，今人以为是笔。再者，古之正人能作邪文，邪人能作正文，而今人又往往以文论正邪，这些都可说是可能走漏真相的陷阱。一部史书的好坏，就要端视走漏多少真相而定了。走漏之外，怀具博览的，故会也能洞见吴国传统史书的仿古问题。他举孙胜记司马符与太枕帝师豪哭事，师仿左传呢，李建
枕尸骨而哭故事。枕尸骨而哭故事。陈寿《三国志》史书先主传陪注引示语，请留备宴会，备决之，未如厕浅遁。显然是仿鸿门宴故事，认为祭祀黄骨未必行事尸骨，因而若一味借骨生筋，非对不发。典故重窃是机失真，戳黄对白，以指乱诛，隔些杀抓养，格物看花，虽难征情史，转至迷茫。陈寿呢，《三国志》史书先主传陪注引示语，是说心里吗？请留备宴会，备决之，未如厕浅遁。显然是仿鸿门宴故事，认为祭祀黄骨未必行事尸骨，因而若一味借骨生筋，非对不发。典故重窃是机失真，戳黄对白，以指乱诛，隔些抓养，格物看花，难征情史，转至迷茫。原因后之作史者黄古人文字绝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况，可说是华而不实，遣词害意之力，不知又因而走漏多少真相。以此也可见诗而用，诗可用典而实不可用典。关键即在求真相，不在求典雅。然而实不可尽信，并不等于实无可信。实不信，非史之过，乃人之过。还据说史明言真实乃史之特性，以后现代于史，不可能。真实之论显然南辕北辙，故管锥篇论太史公书，所以以为马迁的诗司马迁曾是渲染未必信实有真，以怪是译文未能删除尽尽，但仍为吴国之有史学待造端于马迁。无他，因为马迁始能信异于之故左传故以蒙信以传信，以传以信以传信，以传以的史事，能如语中营宴，明媚机微，一直到马迁混笔乃以责人西理之真通于史家求是之史。能知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采者。并将可怜无所谓之异事述说，quasi history， 应郭而外之于史，遂唱明孟子所发书不可尽信的义谛，判别千魂，班固三萧马书会生传神之笔。
可谓谨言。此正希罗多德，所以被视为西方史学之始。西式自称我必须说出已经说过的，但我绝不必信其为真。此自谓乃全书之宗旨。I must tell what is said, but I am not at all bound to believe it. And this comment of mine holds about my whole history. 西式虽如司马迁也有传闻之物，但然也如马迁力求严肃谨慎，常以我认为如此如何，我认为如何，为判断真相留下一地。逐渐怀具以真实为史之标准，以求真辩为史家之标准，故无可疑。怀具论史家求真之道，有谓非传真之难，而传神之难。以其神即易失其真理。故颇赏王安石所谓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蓝水是精神。王安石的名言呢，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蓝水是精神。传真并不容易，但相比之下，传神更难。而且传真若遗失了精神，还是得不到真相。古事的真相可由科学方法重建而传，但是没有精神的古事，仿佛走了电的电池，难见真情。古文的真意可由阐释学方法而传，但若不得古人的精神，文字分析的再精确，可能是邪人的正文或正人的邪文，转至迷惘。所以一定要能传神，才能传真。神要如何传呢？怀具有言：史家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闲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蠢之惰之，以揣以谋。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闲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蠢之惰之，以揣以谋。此论显然与实证主义派史家一辙，而与克罗齐、柯林武之历史哲学观点同轨。柯氏之名言曰：史家必须重演往事于其心中。The historian must reenact the past in his own mind. 史家必须重演往事于其心中，岂非遥体人情，闲想时事之谓乎？如果要写一个皇帝，必须要先想这个皇帝走过的历程，因此史家也就要重演皇帝的经历于其心中。Thus the historian is reenacting in his own mi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emperor. 此非设身局中，蠢之惰之乎？柯氏将心比心之说，
并不否定史料与文证的重要性，因而将心比心仍需涉及选择史料与解释史事。选择史料与解释史事，而是反对用剪刀与浆糊重新来编写历史。反对用剪刀与浆糊重新来编写历史，但是过分的强调史家匠心独运，多少影响到主客观问题。心中之躁也不免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结果，忽略了往事本身的客观存在，自然会助长史学相对论的发展。怀具未必是相对论者，但肯定不以历史为死亡的过去，而是可以活在现在的过去。任何历史事件早已是没有生命的沉积，亦使沉积存活于今日，不能光是复制沉积，而需有史家匠心独运。使沉积背后的精神面貌，包括思想、感情、社会结构。思想、感情、社会结构。复现，此亦正是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之为止，而为怀具所引用赞同者。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因为经过史家匠心独运，包括思想、感情、社会结构这些精神面貌的复现。那好像导演嘛，演电影的导演嘛，影片的导演嘛。怀具同时注意到史家遥想古人古事常会缘起而尽失，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与切己之情景会心，况待相知，高举有气。缘起而尽失，自本身之阅历着眼呢，与切己之情景会心，况待相知，高举有气，默契的气，并以钱穆斋推崇慧远和陶潜水亭的潜的例子，说明后人如何脱古喻今。脱，提手旁的脱古喻今，比喻的喻今，借交快垒，自明中取。所谓的云平偶遇，真借一亲。云平偶遇，真借一亲。这牵涉到古事时事相影射、互相映花的问题啊，也可以说是一种精湛，值得细究。不过脱古易今或无助于对古之理解，却有助于对今之理解。穆斋脱古，实由此可知其晚节既堕，欲借也使停自稳，以便隐晦上解。类此在中国旧史中例子甚多，如师询之六国论、苏轼之商鞅论，皆以古事论时事；易宋之会聊，与王安石变化。以今两书又自成古，今人复可治两书之脱古，更得两书及其时代之真相。载彼之争，亦求进而不误。自19世纪以来，在实证主义以及兰克学派的冲击下，
如幽灵之附体，难以自解。可怜吾之说略有驱鬼之效，然而后代已至于史无可信的地步。后现代了，已至于史无可信的地步，则走向相对主义之极端，或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史家在绝对真理与绝对虚无之间，唯有接受直不必进的事实之疑，继续设法用新而有效的方法求真。如果说历史真相仍是一面模糊的铜镜，则许多科学原地里的真相也仍多不明朗。而唯有继续追寻事物的真面貌，很多科学界的定理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也是会被推翻的。继续努力吧。载笔之用。载笔之用，怀据捻出惩恶而劝善为载笔之用，可谓中国传统史学的一贯传统。以儒家伦理为准则，对史事做善恶是非之论断，以便流于世道人心。从刘勰的史传篇曰“张善治恶，树之风声”，到刘子玄的史通，刘知几的史通，应该念刘知几哦。史通曰：“使之为物，生以劝诫；树之风声，使之为物，生以劝诫。树以风声。六月，使之为用也，济公思过。张善治恶，时到张时哉。”的文史通义曰：“善善恶恶，包正而度邪。”足见传统中国史学名家始终不易此一之者。西方史家以善善恶恶、善善恶恶为道德评论，或者是价值批判，议论不一。或是或佛，而近代史家佛远多于是，皆不是传统中国之较为一致，而
近代中国史家在西风激荡下，亦以善善恶恶价值判断之不当，有损史学之公正与客观，而必须摒弃。盖自19世纪以来，实证派的史家尤视善善恶恶为禁忌，告诫作史者应避之若疾。他们认为是历史有一定的法则，决定历史的发展，不受个人意志所左右。一切的好事或坏事都不可避免，故做任何善恶褒贬都是不公平而无意义，甚至是无知的表现。一时盛行的历史决定论 （historical determinism） 因而有一体两面的结论：历史规律像自然规律一样无法改变，只有依从。既如此，则所谓的个人或个体有选择的自由或自由意志，纯系幻想。历史规律像自然规律一样无法改变，只有依从。既如此，则所谓个人或个体有选择的自由或自由意志，纯系幻想。这是历史决定论者的一体两面的结论了。历史既然有固定的法则，不受个人意志或行为所影响，个人自不必为其善恶行径负责，善善恶恶也就成了无地之始。但问题是，历史规律并不能等同自然规律，因为历史规律完全不能预测，所谓法则大有伸缩的余地，将人视同物理之妙，物化嘛，这个物化，把人性物化，这是大的错误。将人视同物理之妙，犹如柏林士所说：“我们把历史降格为物理，以为贬斥成吉思汗和希特勒，像贬斥银河和量子一样。”人之言行既不像物质受制于铁律规范，个人仍具自由意志，自须对其言行负责。然则对人物加以褒贬，也就得有失了。与历史决定论持相反意见的相对论者，以不同的理由也反对善恶褒贬。史家既各有其价值观，任何善恶褒贬都只能反映某种价值观。换言之，做道德裁判需要标准，但标准难移。从历史看，道德标准却因时而变。最明显的莫过于道德的信与守。在渔猎、农耕、工业三大时代里，绝无可能一成不变。标准既然随时而变，用一个时代的标准来评论另一个时代，当然犯了时代错误。
章太炎说得好，宋人往往好当时之是非，衡量古人，实则古人之安为利害，不应以后人之目光判断之。即使在同一时代，由于民族的优越感、国家的偏见、意识形态的固执，以及文化认知上的差异，也不可能有共同的准则，甚至连同一事都会出现双重标准。即使在同一时代，由于民族的优越感、国家的偏见、意识形态的固执，以及文化认知上的差异，也不可能有共同的准则，甚至连同一事都会出现双重标准。我们所知，马克思主义史家常以其意识形态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然而，今日西方史家也自认，当今撰述不错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有整个学术生涯在冷战阴影里度过的经历。Most historians now writing have spent all of their professional lives in the shadow of the Cold War。 当今撰述不错的其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有整个学术生涯在冷战阴影里度过的经历。Most historians now writing have spent all of their professional lives in the shadow of the Cold War。 致意感受到意识形态之影响，以一偏之见为基准，做道德之裁判，故彼此彼此。难怪现代史家颇多谴责史笔之善善恶恶，且因而主张既不彰善，亦不治恶。宁为聪明之侦探，莫当傲慢之判官。宁为聪明之侦探，莫当傲慢之判官。然而从逻辑上说，没做好善善恶恶，是否就可居然否定善善恶恶之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史学方法的完善，冷战的结束，文化的交流，视野的拓宽，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共识，都可揪傲慢之弊。然而从逻辑上说，没做好善善恶恶，是否就可居然否定善善恶恶之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史学方法的完善，冷战的结束，文化的交流，视野的拓宽，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共识，都可揪傲慢之弊。是以侦探的比喻只能说明史家之求得真相之后，仍需做尽量客观的判断。师承兰克的英国名师阿克顿就直言，历史人物为后世作者，史家张善，素质风生，无不以为大谬。师承兰克的英国名师阿克顿就直言了，历史人物为后世作者，史家张善，素知风生，无不以为大谬。美国学者瑞德尔一说，风俗之美，史家有呵护的责任。风俗之美，史家有呵护的责任。牛津思想史大师柏林更为
善恶是非含涌于语言文字当中，即不想善恶恶也不能也。何况善和恶乃人类自然的情愫，不必强制压抑，主观评论，纵或有差错，也不能因噎废食。译者克罗齐，意大利的哲学家吧，克罗齐，我不以善恶古人为善恶，古人为然。因古人不应被今人裁判，今人攻击古人，犹如拳击手打雕像。然而克氏虽以今人评级凯撒剥夺自由之无当，却以守住19世纪欧洲史中以自由为准则，力挺俾斯麦之剥削以限制自由，嘲弄教授压迫天主教，甚至昏了头要意大利政府负责教皇的言行。管锥篇艺术克罗齐译文原著亦有言曰：善恶恶，史家直至犹在所在，勿容规避。苟谋能其强，是为论学论证中之阉宦。太监的阉宦，无使其阉宦所能赚哉？克氏既然反对历史通则，重视道德，若为人者行为之中无疑有善有恶。No doubt, there is evil as well as good in man's behavior. 更以自由之意地为其思想的信念。善恶亦是所难免，他不过是要强调以往之古人古事化作尘土，故妄加评议毫无意义。真正的历史必存活于今人的思想与行动之中，在活历史中自有善恶，且不可谋能其强，言正可知。比诸中国传统善恶之论，实未多让。这是钱钟书管锥篇翻译叙述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意大利文的原著，然后就是也说到善恶恶，史家直至犹在，勿容规避。苟谋能其强，是为论学论证中之阉宦，胡使其阉宦所能赚哉？可是既然反对历史通则，重视道德，若为人的行为之中无疑有善有恶，更以自由之意地为其思想的信念。善恶恶亦是所难免，他不过是要强调以往之古人古事化作尘土，故妄加评议毫无意义。真正的历史必存活于今人的思想与行动之中，在活历史中自有善恶，且不可谋能其强，言正可知。
比诸中国传统三善勿恶之论实为多让。所谓三善的勿恶，不应仅做最狭义的解说，认为是对历史人物做黑白分明的评论。中国传统史学在实践中，三善勿恶的主要意识，原不在于褒贬死人，而在于警惕活人，为活人做知见。故历代政府至少自汉以后，莫不参照经史作为治理国事的借鉴。经史之所以合称，以苏老泉就是苏轼的老爸苏洵所说：“经不得史，无以正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苏老泉所说哈，经不得史，无以正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斟酌其轻重。所谓的读史致用，其要义在于此。昔人亦有，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西方人也有，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and that politics are but present history. 之说，也无非说明过去的历史对当今政治的重要性。因不知往昔，无从融洽国情。有如格里士所谓知所从来，使明今日之处境。What we are, or where we stand in the light of where we have come from. 知所从来，使明今日之处境。What we are, or where we stand in the light of where we have come from. 知所从来，使明今日之处境。故历史知识有助于决定如何行动，以便择善舍恶。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can often help us to decide which course of action we are morally obliged to follow, and which we are obliged to shun. 历史知识有助于决定如何行动，以便择善舍恶。自近代国家之兴，列国争锋，所彰之善，往往是本国之独特及其优秀所善。所致之恶，则往往是他国之凶恶。载笔之用也遂为爱国思想的泉源，爱国主义之滥用，遂有国祸之说，如德日的侵略及其亡国。时有以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而不讲道德之故。二次大战的时候，轴心国德国、日本、意大利那都投降了，德日侵略及其亡国嘛。时有以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而不讲道德之故，德国史家麦乃克有感痛切，
但是滥用爱国之物之恶，不能因而漠视爱国之善。国界存在一日，非爱国无以存其国。章太炎盛叹，4万万人都不知国家根本何在，失地千里亦不胜惜。就是由于不读史书，故无从爱其国家。宰彼之用，其今只以发思古之幽情哉。章太炎感叹因为不读史书，所以无从爱其国家才会说4万万人都不知国家根本何在，失地千里亦不胜惜。历史教育做好才也帮助于爱国。非爱国无以存其国呢？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则改之。结语：怀记表出武力涉及史学3大议题，即历史文章、历史求真、历史致用。主供历史学者参考，或可据之再做进一步的探讨。历史文章仍应以美为最高准则。旧时代的史家，不论中外，亦如张实在所谓：“史所以在世者也，故良史莫不公文。”史所以在世者也，故良史莫不公文。所以无人读史记，觉其文书当有其气；读司马迁的《史记》，觉其文书当有其气；读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学其行文治世，一味曲褒。行文治世，一味曲褒。罗马帝国衰亡史。然而当代史家都不善文，甚至认为文有碍于史，故历史文章也就写得像科学报告，不仅索然无趣，而且佶屈聱牙，流弊早为逝者所需。怀据特言，为显相反相成之意。结事含蓄为美。点到为止为美。由此埋理，其文多义，言非美文由此埋理，埋葬了理，真理。起立的文多了义理，言非美文美好的文章。而史文之美，更不必华而不实。历史的殿堂除了内涵充实外，尚需外形美观。历史的殿堂除了内涵充实外，还需外形美观，尚需外形美观。历史是求真，历史家的职责在求真，则是史学的最高指标，因为历史的本质应是真。史而不真，就不足以称史。然而史之为物，最难者也是真。由于求真之难，遂有两极的发展。乐观者亦将史学建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真实与精确，而悲观者则亦放弃史学真实的可能性，而归之于小说文艺一类。两极实皆不可通。怀具文学家之素养，不起后现代之偏颇。虽探史多不可信，
然生叹不幸之故，得有所见。书刊补作使者，求真之不足，史学之真与美，果能闭合，其效用应不止于史家孤芳自赏。供读史者遥想古人古事，历史知识必有其用。无法善而恶恶之传统，源远流长。源远流长。俨然以儒家道德标准判断中间善恶，而事实上极大多数的历史人物难以黑白区分，但善恶的目的实在知见。编古人之诗之意少，明前车之赋之意多，以及西洋人所谓历史的教训，历史教训却不易学得。名人有古今，异情而同行，同事而异功，之说，正说明历史不可能完全重演。英人赫胥黎也有说，最主要的历史教训是不吸取历史教训。That men do not learn very much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lessons that history has to teach。英人赫胥黎天演论呢，他有说，赫胥黎有著作天演论，赫胥黎有说，最主要历史教训是不吸取历史教训了。Let a man do not learn very much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lessons that history has to teach。显然是冷峻的说法，言过其实。至少知往有助于知今而后能知去从。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嘛，史记就强调这样，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唐太宗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知国家的兴衰的，引以为借鉴啊，资治通鉴也是有这种观念嘛哈。读史致用呢，能如此，善莫大焉。然则史学之体用，真善美三者兼备，真善美都要有。汪荣祖教授所著《史学9章》第8章前目论清学属世评。导论：钱穆的《中国近300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77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钱氏自谓，人公梁启超曾在
清华讲授近300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钱师傅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2支讲义，因与人工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于是前2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世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面、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会对前人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既有所突破与进展。若能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1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远瞩，大步迈进。本文述评钱穆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人工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前书都有一傍梁书的痕迹。前书晚出10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前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前世清学史的看法。前世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300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以人工立意之外，亦有阐述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就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清学史渊源：清朝享国约300年，钱穆以梁启超所谓300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梁以清学史一对晚明毕正与王学流弊之缓动，明末虚学之输入，藏书科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所言虽能不免简略，却每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纪西学以及新概念对他的影响。钱穆虽晚于人工1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人工1代，故绝不提16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仅为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清学既接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评汉宋之是非。故欲知宋学，必须追溯到
追踪到唐宋，若然便无以平汉宋之是非。若然则近300年学术史应作近900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300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900年之前。节目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枉王学的末流，而且烹谈政治之现状。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前世虽极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思想，然以自认清代之实学，故为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与以往更渺不相涉，然则前世敬畏清初学风尽出东林，无乃太过。事实上，前世首章所讨论的王黎洲、王传山、顾炎武三巨子，乃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就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继之，并有以用事，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了定论。前世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习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篆抄袭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传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77种250卷，此外未科及译者尤多，仅改译人工所记，译者不少，为译者尤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前目照抄而未查书，故而延误。按传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书局1930年重刊，计70种288卷。如果传统文士转入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前世仅言以梁氏之意，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继子，学者最敬崇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世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之肯定，而两人对三世的评价也大同小异，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梁所接黎州虽出自阳明，时已提出治良知的心结，为治极行，以救王学空疏之弊，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也许未必有当。然其断定黎州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则颇言简易该而不可疑。前目所谓黎州重实践、重功夫、重行，既不到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并未超出梁人公所提治良知的心结。
钱穆为黄黎州政治思想一节，多取名于代黄录，所论以人工也稍异，引文亦略同。认为黄氏以具民主之创辟思想，所以则主要是代黄录之所以作。人工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姜氏鲁之下问，也就是说，期待清廷的青睐，而正恰恰相反，实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钱穆则据全主望之言，为成书之时1663年，朝夕烟尘，已无可望，更无可待，故而代黄录。曾于黎州54岁时为黎州政治性为最后之成绩，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然而事实上，黎州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性位，似乎仍有所待。继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实乃代黄录之底本。曾于前10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果有因无言而行之者，又何以乎吾之自行其言乎？足见黎州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其胸怀故非尽人可比。钱穆以人工赞赏黎州代黄录，所言尽是西方民主学说，虽无一词，却有意暗批人工曰：今读其书者，经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愚，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人工并非不知黎州处境之艰愚，若为还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实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愚而持此创辟之见，正黎州之所以异于常人。钱理良对黎州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王夫之好船山，其书自19世纪中叶始出，才引起重视。梁启超虽自称未通读王书，然所著《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与王学极重要的位置，并所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钱穆论船山，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观点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比前人见识多了。钱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词论甚拙，不图近300年所未有。及类之宋明诸儒，其博大宏阔，尤为精简，概无多让。梁氏接触王夫之反对纯主观的玄谈，而钱亦言船山切重流俗，边或是言心者道虚落空之病，以及须知胡解之无当本体，盖其发明性道之优选，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故而既不空谈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
此论也未托人公所说，传山提倡实行而不会原理。前目故标出传山喜言双动，以宇宙演化之妙。喜言变动，以宇宙演化之妙，为王室人文进化之说。弘辟深博，为传山之演化观，不仅演进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兴亡起伏之机，实为一石破天惊之论，其前世未及见之。前目甚赏王学，未尝不因认为王学神力之言，仍是宋明儒家己货，有以张载正盟的学风为镜，展露前世一贯从宋之主张主见，亦因而相较之下，远远古于习行，待正单以情述。以前之见，皆不如传山之正，然以前世之言，一下之变，以论李晚春，一论李晚春一节，都有发挥。竟为就传山桂花建立的强烈民族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仅以皇叔以种姓以下之皇有谨言，亦带过，未免失之交臂。前目论顾炎武，虽然在传略与引文上颇采良疏，但论点颇异。前目一则曰：亭林之自古因，乃成名臣地纪立之遗序，成名臣地纪立之遗序，以驳梁氏称亭林为汉学开山之说。再者曰：经学及理学，亦非亭林所创，因钱穆斋以先言之，亦在驳斥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历次扬名良知之说，虽为清出汉学之兴，前出明末王学反动，岂尽然？前世以此显然在挑战梁启超所谓论清学开山之主，设亭林没有第二个人。然而细查之，钱穆对亭林的结论实亦清出不做第二人想，不仅认同人工种瓜故学博学有闻，行己有耻之经道，而且认为是并世学者皆不足相兼并，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又为以后清儒帅号为转己彼次，所以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节传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无也。然则钱穆虽不因亭林为汉学开山，实以肯定其开山之功，与人公所言大同之异，小异耳。总之，清初学者莫不针对明末空疏之弊而发，故提倡实学，清学之渊源于此，亦显而易见。钱穆虽言清学源自宋，然并不能无视清学乃宋学流弊之还详。太言所谓宋学自清以节而无华，亦属事实。钱穆对清初三巨子的评价
是与梁启超所见略同。清中叶之考据学，钱穆以传统学案题写学术史，但见学人先后出场，却难见学术与流派之演变。钱家考据代表清学的全盛时期，但全书实未能尽到其来龙去脉，而以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学开山之说，亦颇持异议。虽仍与钱家考据上承庭领，然承袭之机不同。白硕宇曾批评钱穆将故事为复古主义者道学先生，抄书匠歪曲了庭领考据学的优良传统。虽言之尖刻，不畏无见，钱穆尤其不应误解。庭领所谓著书不如抄书之真意，故事之意仅仅是说盗窃或改串他人的著作，还不如忠实的抄书。而此一误解，却可能曲解庭领以考据为目的而非手段。所谓上承庭领，是否即延续复古以抄书的传统？显然不是。梁启超之《中国近300年学术史》，结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系对钱家考据学的详细总结。由此总结可知，所谓钱家考据学，却不免堕定繁琐，为考据而考据之机，亦非无据。今人探究考据极盛之故，常为专制政权禁锢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钱家正当清之盛世，时有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考证工作，其结果对古籍的复原与整理，对文化的承继，是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说，为乃至明末清初以来重视大问学的自然结果，能以内源说补外源说之不足，为大问学与尊德性乃一体之两面，是不可一分为二。钱穆论钱家句子，以张叔树、戴震、东元以张学成实哉，与两世学术思想之交涉，以焉未详。或由其门人续成之。戴震与张学成虽为钱家之要角，未得为包揽钱家时代学术思想错综复杂之全貌。前书论及钱家时代，也为辖多元时代与学风的关系，亦看不见庭领考据学发展至钱家的过程，以及两者间之异同。休宁、戴震至东元，可说是钱家时代最享盛名的学者。不仅在考据学上别开生面，从字义、名物、度数以及通经义，所谓信孤名而后义理名，而且在义理上更颇有发明，由令后世学者敬畏。胡适之就把戴东元的哲学等同英国讲求实用的功利主义，视为清初以来反玄学运动的成果。梁启超也说，东元所言绝是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渐渊，清学派之精神渐渊。
梁胡两人皆将汉宋之争视为实学与玄学之争，而尊汉比宋之意义言表。然此恰为前目所能接受。然此恰为前目所能接受，并见诸其论述之中，如为东原学至江永，回涉又是诸子故里，弘上笃实，严厉尊诸。所谓代学原出诸学，张实在以先言之。为前目认为东原论学之变，由于受到会动的影响，使尊汉抵宋。尊汉抵宋，亦因而使前敌代。亦因而使前敌代。若为东原在四库馆盗窃赵东前将水晶柱，为至永乐大典即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则又效实在之次代。吾士之穷毕生之力至水晶柱，无亦为代事便无乎？学者间相互激荡，是属平常。然东原是偶闻苏州会试之轰而变，并无确据，亦如胡适疑心孟子之意述证和袁善受到原理学派的影响，没有确据。但东原的学术思想却可分前后两期，而后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学术思想，即使他最后受到会动的影响而变，他的学术之精湛已远远超过会动。代学既不能归功于会动，亦不能将代之义宋公诸怪罪于会动，更不能说代助会夺宋如讲义理的传统。何况学术思想之变，
不可能突然发生，而是其来有自。因此，研究戴震早期作品经考附录，发现东元后期思想的发展大致都可在此早期作品中得其根源。然则，戴震思想有变有长，仍具思想发展的一贯性。东元晚年从变性义到变理气到变理义，亦有其一定的发展过程，并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导。钱穆虽认可东元考证之精拙，然并不认同其义理。太言强言戴之名著《孟子志义述证》一书出，学者自是博成诸，而钱穆遵从诸子，始终如一。晚年传百万言诸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位。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诸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以伦比。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公诸之论，故斥东元所论激越深刻，诋毁愚混，以东元颇自汉焉。亦因而下士东元曰：于观传山议论，颇多与东元相同，然传山即尊宋儒，其事超于东元矣。因亦颇为借重张实斋批戴之言，若为东元以诸学传统反攻诸子，故实斋讥之，为其饮水忘言也。更说学问之事，不尽以信估考试，以夺戴学之长，并断言东元会有余而事不足。钱穆颇恨以诸夫子为难之人，大是方东树。前世毛头记指定东元，与张实在自多表同情，然张氏在钱家时代时遭冷遇，其书亦未出。钱穆专章论实在，与东元相抗衡，以张大其人。所谓东元实在，乃钱家最高两大师。亦如人公谓张学成为钱家全盛期与退婚期间一重要人物，不免夸张。实在之成为重要人物，乃后世之发现与认可。实在之学，也多后人主观的诠释。实在针砭汉学家之言，即为钱家汉学家所知，则又何从影响其时代？以时代学术之重要，端视其影响的深远、深浅，以及反响的轻重。就此而言，戴震无疑是清中叶最重要的宗师。梁启超以段义才、王念孙、王隐之父子为最能光大戴门之业的后学，显然着眼于正统汉学之朴学，其一脉相承，总是真华之基，理然可循。
钱穆则以焦礼堂焦循、阮云台阮元、林次仲、林廷堪继代之后，三人顾及众东原，亦接受东原的影响，然为尽受代事还礼，及钱穆之见。焦循虽学中东原，复免逆时代考据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艺之才，故思辨深赞，可以东原实在鼎足，甚至较东原为严密，亦因而能不随汉学家考据之风起伏，进而能中代元张时成、张学成、代张两家之长，字数一致，所可译者，礼堂既未得读实在之书，又何从终其长乎？不过焦循的思想确有可述，尤其时变旁通之意，以异端直一之说，非同凡响。钱穆虽言礼堂旁通异端之说颇详，实未能就两者之意义多所发挥。如时变旁通，是否以发清记变通思想之先生？异端直一，是否以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论，实无需局限于汉宋调和一端也。阮元之学故意植根于东原，自古训名，而后义理名，训孤名啊，而后义理名。钱穆因见阮之长于归纳，有别于焦之长于演绎。故谓阮重实事求是，近乎诸子；焦主自私求通，近乎陆王。有焦阮性情之意，以明学徒之臆测。再因阮氏出处较显，铸成汉宋兼采之风。虽以礼易代之礼，然论经实以代同尊行清。曰：东原言性善，专就实色之性言之；以次重言礼，专就声色味之好恶言之，同一思也。而灵魂术礼的旗帜，更沿汉宋门户，则杨代之风而益甚矣。为灵亦颇道汉学流弊，不以好骂宋儒而高自标志为然，也不以喜胜演周孔为然。列此皆颇合钱穆之意。钱穆标举东原后学之意，可以列见汉宋门户以及两人道术之意趣。钱穆述论焦循、阮元、林廷堪之语，附录方东树、方直之，涉及清中叶学术史上一大公案。事关桐城派狭院攻发汉学，梁启超说方东树助汉学相对，遍抵盐湖会代
所学不遗余力。为梁氏虽说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其书为宋学辩护处，故多依旧。然认为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钱穆则谓黄东树之书，火足为汉学争编，有乐见其尊护诸子，虽因方式适口无忌，其书之水准也不及时斋之通义，以陈理之学思路，但风格差劲，皆不满当时极盛之汉学，并可觉其病痛者。但是梁钱两世均未对此一公案做全面的探讨，并未追究其学术史上的意义。钱氏仅在附录之中稍稍涉及，隐约不彰。按照章太炎的说法，待朕自学深邃，令诸儒赠怂，便为弟子。天下人虽敬重经儒而轻文士，导致文士与经儒间的交恶。同程派文士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的同程异法，但是同程诸子并未得程朱要领，徒言隐乎没，大言自壮，故犹遭轻蔑。姚鼐想做代朕的学生，未被接纳，感到羞辱，乃不断抨击朴学残碎。后来黄东树写《汉学商对》一书，虽不完全是污蔑之言、污烂之言，然方士本人亦属文士，强以宋儒自居而行不复言，所言汉学弊端，仅仅是为是，反增纠纷。近人朱维征以此一公案有进一步的论述。那位姚鼐死后，将还转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又传宋学渊源记，独不记同城朱家，因而结冤。黄东树及姚门弟子，反应最为强烈。凡与汉学有关之人，都在攻击之内。尤即使于代朕与扬州学派，以维护诸子以发明道统自任，学术价值虽然不高，但颇得同城、杨胡两派之声援。更有近者黄东树身后正值咸统大乱，曾国藩被当世荒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汉学商对亦随事变而风行一时。然而变局之下，汉宋时两败俱伤，双双凋零。诸事所论，颇能补钱梁两公之缺。盖思想史之研究，不仅需追究汉宋间理性对话，且需顾及学者间之隐情失踪，亦需注意时代因素及其影响。钱穆著作体例引一段评说一句，不脱旧时还理，
实难阐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晚清学术史。晚清学术早自钱家朴学四维之后，讲求复古。钱家考据学风崇尚朴实，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有谈无根。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繁琐、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际衰相已著。梁仁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居于汉学本身，因迟滞而腐败。汉学家尊古而善于之矛盾，以及咸同战乱之刺激，是以经世纪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钱家清学的衰微。钱穆论清学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元以来朴学家立指宋儒之徽事，故述衰世之继起者，多以调和汉宋为言。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旧学与新学的良方。不过畅言汉宋调和，即使能够落实，是否足以应付道咸与这的事变，殊为可疑。而此一关键问题，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正当道咸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汉学因经文的复兴而趋分裂。经文之复起，这与钱家兼著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然经文之惨绝奥旨，往往千罪比附，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自非钱穆所能允可，故穆为浩荡之风，较其比试会动有过之。若为其实，则为供养；又转而为经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演学晚清100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学术自道同趋失灭，无咎恶印。钱穆此语总结经文学在晚清的影响，认为关系到学术之道的失灭，甚至将清代的覆亡归罪于经文。此等大事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明其因果，岂能一笔带过？梁启超将经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钱穆也认为，常州经文学虽然其庄存立于刘宏禄、宋凤祥，然便于龚自珍以未远，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龚自珍是将经文学派之清古经推展到注重实证，龚氏却是清儒在100年文字阴影之余所开发出政论风气之一人。在学术上固然为钱家经学的反响，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生，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世人。
凡此皆公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深细究。然前幕后因其鄙视经文之故，对公式的评价偏低，因为其承袭张实在之说，在习其屡试不受而消极，以至于往往有彷徨企图莫审侍从之慨。又说定安的定息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成，亦非能开风气，虽可说明，即使定今西有那个字，上面今天的今，再来是西东西西边的西来，这个字很少见。今啊有啦，它的器皿的名啊，也不能有所作为，足不免自我否定其学术思想之重要性矣。前目《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一书的真正英雄人物终于登场，此人乃曾国藩，181到1872年，活了62岁。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前世所说，国藩学业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此论显然与前家汉学家义，代表晚清反考据之学风。更何况曾是以中兴元勋提倡经世致用，以挽救世风为己任。曾氏理论谋汉宋会通，扶植礼教，而礼以实为大，遂达经世济实的目的，不谓无见。然而前世不仅以专章述征，而且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占褒有加，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如以杜马补喜正之篇，以礼为之纲领，管经世考核一礼一牛，密字旁一个官啊，管经世考核一礼一牛，尤为体大师经，足为学者开义归敬。又说以家道汉学家继东元后，专以考定古礼冗碎为能事者，回不磨焉，迥不磨焉吧，可能是迥而不是回。又推喻其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以至于离生之所成就，不仅看平大难，足以正朔一时，及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识，有清201年，故意少见其批矣。故而离生之末，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少见其批矣。故而敌生之末，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
此时同治中兴所谓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以此足见曾国藩在钱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实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见钱穆与曾国藩在思想与意识上之相契。现代学人之中，故不仅仅陈寅恪之思想在湘湘南皮之间也。曾国藩之外，另一后钱穆青睐清远的晚清学者是粤人陈理，号东蜀。东蜀完全是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前世以东蜀深知大乱衰世，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性古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师，故意挽风气，编流俗，主汉宋兼才，有意提倡新学风。所谓新学风，以前世之见，只是不分汉宋，以求微言大义，且不期而已。张时斋挽风气之说相同，并响应方东树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则所谓新学风，实无新意，更何况钱穆又说东蜀之学仍不出古训，其意实意汉学家勿专务训诂，勿忘义理。若然，则东蜀乃汉学之正兴者，亦不得谓之新学风。另可注意则，钱穆于东蜀的学术实未以多许，若谓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承诺，又排比众说，不宜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以两汉400年诸如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取去抉择，在作者虽自有为意，而至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为研制汉儒思想者亦完备之参考书也。又说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是不如言习哉。言读书为重经籍，是解释不如张时斋。既如此，则又何须专章论述陈理？原来钱穆全自其向往之意于东蜀者，因东蜀历次事情既然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否纵前世当世之感慨。今日安得东蜀其人者，以上往之以诸子正君，相率去以博学之福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诸子正君云云，力荐前世本人学术思想之归宿，而胡论学好恶，以胡论学好恶之所本。康有为虽是钱穆中国近300年学术
使一书中之殿军，也就是结束清学史的大学者，但是钱穆对康之评价甚低，以梁启超对乃师的赞赏迥异。钱氏认为，康之公羊改制说，实自川人廖平剽窃而来，甚至说康门学说上是廖继平范围，岂不是说若称康门，还不如竟称廖门？至于李应大同之说，康虽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抄袭也，而所论也不出谭嗣同的人学。然则依钱穆之见，康有为并无自得之学可言。钱氏清学史的完结篇虽有极为消极的结论，常述之于考据如料，如于思想如谈，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疑惑，还其自为矛盾冲突抵消，以弃于灭尽，则300年来学术志士已告一结束，扫地次第，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至伪。之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是称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扫地次第，未免言之过当。盖后起者颇多自认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康之思想非无创意，所谓矛盾冲突也非不可解释。康有为固然受到廖平的启发与影响，但两者的规模与目的决异，殊不可同日而语。萧公权先生之康有为思想研究已有定论，以康之评价，为萧钱两氏可各持一端之词，属是否公平判断之事，将康氏震动一时、影响深远的新学维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说成完全剽窃廖平既无影响的知圣篇与辟流篇并不公平。既为窃制廖平所窃之货，无论好坏，自应由造货原主负责，且又即使已非造货之人，竟为常数抹杀一切，强辩曲解，图乱后生耳目。果如钱穆所言，其说来自廖平，则抹煞曲解之罪，岂非应归之廖平才是？康氏论学却常不顾证据，强词夺理。梁启超亦不讳言，钱穆曾就纯学术之观点批评康鲁莽灭劣，亦不为过。然而不能不体会康氏著作之为旨，言不在纯粹的学术考证。康明欲学以致用，甚至以学术作为达到政治改革的手段，亦因此能在思想界引发飓风和火山。钱穆认定康氏思想之两极端，以为戊戌变法是走极进的极端，而民国以后反对共和则走保守的极端，似乎前后自相矛盾冲突，实则未能全面掌握康氏三世说而自悟。康有为演三世说为
为政治改革论、政治改革理论。一个基本点就是制度演变必须循序渐进，而不可劣等，务须使其保守势力能强，必须极力求变。而民国以后未行君主立宪，就举行民主共和，有违渐进之意，造成混乱，故极力反对。若知康氏理论之整体性，便知并无重要的矛盾或自相冲突之处。萧氏研究康有为之最大贡献，要能厘清康有为之现实与理想面、现实面与理想面。现实面具有改革而争中国与现代化富强之意，而理想面则求世界大同于未来，乃分属二个不同的境界，是当前与未来的关切原本不同，并非矛盾。就康之大同理想而言，内容之丰富，诚如萧氏所说，康有为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主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凡细读康氏大同书者，当有同感，而钱穆竟视之为无端花此奇想，以空想为游戏，此彰不实之论。中外乌托邦思想多以精深或浅薄，仍有其客观标准，非仅凭个人好恶、同情与否而能断言者。前世悟今闻，是改制为荒诞，无从体会康有为思想之重要与意义，失之多矣。西历东间，康有为及其同时代有识之士无可回避的挑战，故探讨晚清学术思想必不能不细考西方因素，而西方因素正是钱穆论晚清学术史之最大盲点。他仍持有根深蒂固的本位主义思想，谴责用以变现，而不去处理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的新时代课题。以至于在前世笔下，清代学术思想传到康有为，变得矛盾冲突，一无是处，无所适从，而有扫地赤力的错误结论。结论：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由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20世纪的人写19世纪之书，前世写清学史是设身其境，以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是一代学者做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士就是钱穆，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辩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推崇宋朝、尊敬朱熹诸子的基本心态。前世自身之学术思想背景如此，其论清学史
亦只能选取若干学者，述其传略，摘取其著作要点，以其个人的信仰加以评论而已。取样不广，难见学术思想之全貌。一时代精神文明的整体，只能说是学者之学术思想列传。其所论清初学者，议论与梁启超略同。论清中叶钱家考据学，则与梁较异。钱务朴学，比宋公诸，颇自激谈，而梁则甚喜朴学的实证风尚。论晚清，则钱梁所见决异，道咸以后思想之变举，莫重于经今文的博兴。学者由论证而图政改，常有为以学人推动变化而至高峰，故梁士康乃晚清今文运动之中心，思学之集成者，而自称今文学派最猛烈的宣传者。亦自认学术活动虽具政治色彩，然寄望于新时代之启蒙，甚为殷切，亦颇乐观。前则是今文改制说荒诞不经，教会动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士康有为如学术之罪人，以其为清学之总结，亦足见正学俱亡之不可挽救。其情悲观，两世背景与思想俱异。遂有颇不相同的学术结论。从现代的学术史研究而论，钱穆与梁启超在方法上均无多突破。现代思想史贵之在特殊历史时间中，思想与思想间的相互影响与演进，以发现其时代思潮的特征。而时代思潮面向稀广，为仅由名家巨著所能形成。于不见经传的短简小册之中，也可窥测时代思潮的趋向。时代思潮错综复杂，亦未必一致，同中或有异，而由一时代转变到另一时代，也非干净利落，往往新光映目而旧影犹在，新光映目而旧影犹在。清学史自早期、经中期到晚期的纵横发展与演变之机，以及在整个思想史上的意义，有待在先贤开拓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以上是汪荣祖教授所著《史学9章》的第8章。钱穆论清学史述评。汪荣祖教授所著《淮剧说史阐论5篇》，史学9章第9章。淮剧说史阐论5篇导论。淮剧是钱钟书先生的别号，点出元好问诗句：夫怀巨夷无多地，
秋水明蛙至一天，以前注管锥篇，书名语出庄子。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两者貌异心同，类见前世胸怀。按现代学术分类，钱先生自应入文学家之类。然而自管锥篇问世之后，已充分证实全学之深博，富涵盖文史哲三大领域，而绰绰有余。其国学之造诣，当是故已是硕果仅存，而其对英化德意等西方语文的熟练通解其经典，当今鲜有能望其项背者。因而最能表扬中西诗为名气之处，往往旁征博引，新语浑是旧句，东海西海圣人同心，可能开展眼界，舒荡心胸。故此亦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哲通人，其学也绝不能限于文学一域，值得广大的文史哲学者，尤其是耕耘一方、专治一端的史学工作者，借照灵璧之光。本章之作，即在彰显怀具之说时，不仅视其语义，发其韵意，而且效其笔法，推而广之，散而论之，共分5篇。第1篇，史学之体用；第2篇，史事之循环；第3篇，文史之混合；第4篇，史韵诗心说；第5篇，六经皆史说，以供史学界参考与商榷。第1篇，史学之体用，怀具引《左传》正义、杜预序，拈出为而显，质而会，婉而成章，进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武力。前4例指在笔之体，第5例则为在笔之用。认为吾者乃古人作诗时心向神往之楷模，但经竭力以求以何者也。又为无力者，使史家之选古，以此展示传统中国史学的最高标准。史学之体及历史的本质与内容，是如认之为铁质；史学之用，则如立之于认，两者有相待之地，思辨所需，不能纯以两分法解之。历史的本质到底为何？一般认为具有2义：一为真实的往事，一为往事之记录。怀具说时乃指后者。事实上，真实的往事如湖上之风，寒潭雁影，既是已无从直接追捕，唯有从文字记录中去重建。然则历史乃重建之文体，亦就是载笔之体。用近人的说法，则是文本 text 叙事 narrativy narrative
activity 之类，而历史叙事贵在求真，故是否真实知识体大，怀具有因，史必真实，史可凿空，即道出史之所以为史，史之所以为史，二者性质有根本之异。若为史必真实，史可凿空，则史故非史，史亦非史。至于历史之用，乃真实的历史记录所能与今人以及后人的实际益处与用处之分数如下：载笔之体，历史既然是史书，也就是载笔之体，还具特标出所谓危险与智慧意义是各相反，两者实相反与相成，莫不在讲究史家文笔的技巧。刘勰所谓之隐秀，也就是在言引为之旨，引也者文外之重职者也，文外求显文外之重职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又也若篇中之华引等数儒之无学，句间显秀，如记事之少真。然而后有会色而为深，虽傲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逐渐隐秀也是相反相成，恰到好处。故所谓隐晦，是为了文章写得好，避免直言说破，皆非含混难懂。历史文章也并不例外。刘子轩已有所发挥，危险惨忧，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更进而解说道：贤也者，系辞入说，礼尽于篇中；会也者，省字约文，是意于句外。然后读者忘表而知理，门毛而辨古，睹一事于句中，反三于字外，会之实意，不亦大哉！逐渐史文须将事说清楚之余，尚需讲究意在言外的技巧。古人之所以要讲求为会婉之道，还具列举数义，一日省文，因为古人无职；一曰省文因为古人无职。汉清科简，为利不易。然而，并不是说有了职就可以还原，行文仍需省略。所谓门毛辨古，不必写若必称，以孔子所谓的辞达而已的意思。昔人修辞之常言，也要求去赘字冗句，强调节饰为美。不过言之无物，实体虽美，亦是徒然。英国史学名家艾尔顿曾说，若无好的内容，再用墨雕饰也不会讨好。Unless the substance is good, the appearance, painted even an inch thick, will not lease. 还不如引之。
就此而言，留之己所谓若无一闻其事，而则使臣显其良知之体，生其委婉之才，盖亦难矣。以应人所说，实貌亦心同。然则隐晦之道，也应包括略去无足轻重之往事。亦如昔人所谓，无须记录灵猫昨夜生子诸事。反而成章也无非求实体之美，怀具为行文以含蓄，故亦必直言说破，而隐屈其辞。如用代题，若以倾城代隶书，之类，亚里士多德早言：文辞之高雅，不道明而述其状。所谓不道明而述其状，即表达特定之动作。express specific actions， 而不仅仅叙述动作的存在。state that those actions exist。历史文章是否也宜求高雅？试看古今史学名著，鲜有不以文传者。就是司马迁故班固。无论以西方史家行文自是飘逸，莫过吉朋其罗马帝国衰亡时有云：罗马建筑多消失于历史之中，少能免于破坏的厄运。How many have escaped the noise of history? How few have resisted the ravages of time and barbarism。多与少相反与相成。弦外之音，则是风流莫在，岂非甚合隐秀为意？尽是作史者力求谨言，行文亦如科学报告，往往不堪卒读，以为逝者所叹。专业史家已把历史文章写得枯燥乏味而细琐大好，jejune and overly specialized。当今耶鲁名师彼得盖更极言史学文体之美，只为文采风格乃史家的科学之艺术。Study the art of the historian science， 皆不脱婉而成章的为旨。苏老泉史论提出：引而张，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引而张，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较有新意的是直而宽，可谓史评的范例。史家应直抒其事，而不失宽厚。引而张则展示传统纪传体例。所谓本传绘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以善也。夫亦引而张乎？至于中国传统史学上避讳于世，故与刘勰所说隐秀无关。此一中国特有的风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2000年。时受为尊者会、为贤者会的春秋笔法影响，也是价值观影响史笔之力啊。但避讳并不是真正掩盖或消灭史实，虽不明言，情意已在言外，否则自两宋以来，避讳之学又何从建立？不过为
为读史者制造麻烦而已，而此一麻烦也已大致被陈元破解，故无人后可称之为讳而不淫的笔法。这种笔法一方面照顾到道德传统，而另一方面则可不必遮掩历史的真相。历史记录必须要有记事本末式的叙述，也就是要有完整的故事可述。刘子玄所谓史之成美者，以叙事为先，成千古不易之党论。为历史文章虽借文字创作，然贵在真实，难也在真实，故载笔之真不可不论。载笔之真，怀具以尽而不污之力论载笔之真，并演为二义。一曰：知不必尽，the truth but not the whole truth；二曰：尽而不污，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史家信奉时以纸笔为最高的指标。史家奉信史，可靠的历史信史，以纸笔为最高的指标，即怀具所谓史学求真之玄古，古今中外并无二致。西方近代史学之富兰克的名言，直抒其事，久为史学求真者所乐道。是主述希腊史家卢辛，叙事如其史。修习提底诗也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以信史自认，若为述真 （telling the truth），确实报道所发生之事。Factual reporting of the events， 显然以为史事之真相可得。然修士并非相信尽而不污者，故认为可得真相之史，唯有近代史以及政治和军事史。18世纪西方启蒙精神更添史学求真之信心。19世纪新科学时代再赋予史学以科学之地位。法国史家于20世纪之初在首届国际历史学会上，即以真相，所有的真相，除了真相没有别的的处事 or th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以推议史界同仁，影响所及。1902年，英国史家伯里就任剑桥讲座于史学，推史学乃科学，不多也不少。History is herself simply a science, no less and no more。与同事相勉。1910年，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哈特接着宣称，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学派。What we need is a genuinely scientific school of history， 并以达尔文为典范，此故非当时一家之说，是流风所披潮流之所上。史学若果如科学之真，尽而不污，自亦可治。然而，信念如果不能落实，选股不能种地，仅止于信念与选股而已。大约1世纪来，实践证明，尽而不污，殊难求之于史家。史家并非不愿为，实在难以做到。即使求之不必尽，
颇会周章。且不论实践证明史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真实精确，而二者的性质也根本相异。历史相对主义与怀疑论历久不衰，岂非无故？而近代史学本身也遭遇到后现代的质疑与挑战。重建既往的历史，主要依靠文证，其次有赖于考古发掘出来的物证。文证与物证的缺失或残缺，故无真相重现之可能。即使史料出则汗鸟，居则冲动，真相是否能真正重现，直接牵涉到史家的心态、古今语文的能力、观点和见闻的广狭，以及探机索引的本领。真相是否能真正重现，直接牵涉到史家的心态、古今语文的能力、观点和见闻的广狭，以及探机索引的本领。史家以今观古，今我势必受制于今，殊难真正将汉还汉，将唐还唐。若以怀据所谓我既有障，物遂失真，同感沦于幻觉，用之于史，就是说今人观古作史，要能够与古人古事同感，始见其真。如有今障，则古人古事遂而失真，所呈现者今人的幻觉而已。以德国大史学家蒙森之尊在其名著《罗马史》中，精益刻意美化凯撒，以凸显作史者期盼当世强人出头之渴望，期盼强人统理当世，就是今障，遂令产生对历史人物的幻觉。放眼现代史学史，历史真相呼应三大主义一大潮流之挑击更显得一直残缺不全。其一，马克思主义暴露了传统史学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暴露了传统史学的片面性，只注意某群人、某种阶级，而完全忽略了大众、被剥削阶级以及许多社会经济因素。马克思主义剧作家弗里希度，他一人干的吗？有极为传神的话：年轻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他一人干的吗？凯撒打败了高卢人，难道身边连一个厨子都没？The young Alexander conquered India. He alone Caesar beat the Gauls without even a cook. 其二，女权主义暴露了史学的男性性格。女权主义暴露了史学的男性性格。在历史上很少看到女人的影子，难道男性后面没有伟大的女人吗？岂不是少掉了人类另一半的真面貌？历史真相国有之，也不过是犹如徐辉之半面风流罢了。其三，或殖民主义更揭示出历史乃胜利者的历史，
强者的历史、白种人的历史，如萨伊德所谓，缺少一种对位法的视野。对位法的视野。Contrapuntal perspective， 所以令出现另一种的片面性。一大潮流乃60年代以来风行的新社会史，此派谴责旧史之排除弱势与敌对族群，旧史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犹如政治宣传。此派因而有历史不可能客观的结论。三大主义一大潮流固然转换了历史的焦点，同时也透露长久以来历史真相之不尽而且有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一大潮流是新社会史。这三大主义一大潮流转换了历史的焦点，同时也透露长久以来历史真相之不尽而且有误。透露有点漏，铺路的路呢？透露了长久以来历史真相之不尽而且有误。新社会史历史家所得史学不可能有客观真相的结论，何以史家自挖史学的坟墓，趁虚而入，欲盖史学之观者，起挥后现代的理论服务后现代主义初见之于艺术与建筑，后来发展到包括文史在内的各个领域。此后现代主义者，尤其是二战以后，由于对科学与理性之反动，进而挑战史学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并强调语文的不稳定性格，认为现实由文字所创，为人说话，而是话由人说。而文字本身可做不同的解读，就是真理的障碍。故后现代名师傅科与德希达都会说，追求真理乃西方世界最主要的幻想，而要将真理从西方价值观中解构。出来，deconstruct。真理既非绝对，而是相对，故傅科又言，每一社会都有其自己的真理，有其自身的真理政治。Each society has its regime of truth, its general politics of truth。也就是认定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别无真理可言。连科学也是意识形态的组件，如科学实验室背后都有政治方案，然则亦建立在科学法则上的近代史学，依此后现代主义者视之，终究不免落空。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其来有自，在西方力铺戏剧。且看叔本华的极端之言：历史女神像带梅毒的妓女一样，满口谎言与虚伪。Clear the mouth of history is as thoroughly infected with lies and falsehood as is a common
prostitute which syphilis with syphilis。历史你是像带梅毒的妓女一样，满口谎言与虚伪。即使在科学方法自始刚开始的20-30年代，2300-20年代，也已由美国史家比尔德和贝克为首的历史相对主义之出现。每个史家都可写他自己不同观点的历史，表出个人的经验，适应个人的感情，合乎个人的美感。后现代主义者更推而广之，彻底反对史书传统，认为历史叙述与小说故事并无二致，且为史学工作乃是在推广历史是一种知识的迷失。Promote myths that history is a condition of knowledge。后现代的虚无主义者执意终结历史，换言之，连值不必尽都不可能，连历史至少有部分之真也不被承认。总之，已经游猎的遗骨派，由遗骨而来的极端相对论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完全不接受史学之中有任何绝对之真。如果史无真可言，则史岂非有名无实，形同行尸走肉了吗？最近，美国有3位女性史学家有感而发，怀疑论深入西方文化的骨髓之中。绝对怀疑论虽未必深入中华文化之骨髓，但以古后遗史绝不始于近代西朝东来之后的中国。孔子早探文献不足争，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也令具有批评眼光的刘子玄感到远古之书期望甚矣。其实不仅是远古之书，史之不止带有其书。在子玄之前，刘协作史传篇，以名言史书而难之本源。一是据传闻而穿凿旁说，二是由于事情厉害而含蓄笔端。这是说历史因受外在的因素而不能真。说到外在因素，不能不提传统专制体制对历史真实性的影响。所谓的天子不观史，传为美谈。然而天子若真欲观，谁能阻之？董狐书法不淫，难使执笔，更是千古美谈。但又有几人愿以性命相搏？诚如刘子玄所说，世事如此，而则使臣不能生其强项之风，立其毁功之戒，盖亦难矣。此反而可以说明执笔信史在传统中国之困难。除了外在因素之外，名人已经怀疑到作史者的内在问题。
数千百年之登场者编贯之，更具数千百年之观场者，同义之作者、述者，互在存亡于信之中。即有语言状貌，谁属之？即有神情意度，谁记之？何况生魔秘技，爱事昧情。挑人耳目之表者乎？那底郭苗击爪，郭苗溃爪。古人借之以不食者居半，敢混花书；借古人以治邪者居半。所谓的登场者和作者，应指历史人物。而观场者和述者当然指的是史家，两者之关系用存亡于信来形容，所得真相当然有限。不仅此也，残留下来的历史，竟有一半是今人的花书，而非古人的心境。可见有不少中国传统史家对由文字写作的历史都不表乐观，也并无太多的信心。清代的张学成也觉察到，史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武于大道之功。也就是对作史者本身的不信任，故主张史德之说。然而史德像其他道德规范一样的笼统，并不能一定落实史家的公心与客观。郭松涛以其亲身体验，深感后之编史者，据奏报之词，以为真信，失之无多矣。吾史之师无，其言有事，或必以耳目以见闻，或千里流俗之毁誉，或以一人之爱憎而一二义之流传，又加以附会，或以一世之得失而其人生平之大端，反为之趋势。后之编史者，据奏报之词，以为真信，失之诬告的诬，失之诬多矣。吾史之师无，诬告污蔑无，其原因有事，或必以耳目之见闻，或千里流俗之毁誉，或以一人之爱憎而一二义流传，又加以附会，或以一世之得失而其人生平之大端，反为之趋势。大体中国自古以来便不乏于史不实，以及何时为难的论述，此正以近现代遗古派以可乘之机。
怀具艺术以为是不可尽信，而且体会颇深了。不过他更深入探讨不可尽信的原因。其实外在的因素如政治或宗教的迫害不值得细究，因非史家或史学本身的问题。他认为一个具有充分史德之人，即使耳目不闭、不牵流俗、免于爱憎、不加附会、不做趋势，亦未必能写出客观公正之信史。他说：“即自存良直，言有征信，而措辞下笔或轻或重之间，每事机位而引机为动，以慎若走作，迷尽事而大乱真。”这是谁写的？怀具说的吗？他认为一个具有充分史德之人，即使耳目不闭、不牵流俗、免于爱憎、不加附会、不做趋势，亦未必能写出客观公正的信实。他说：“即自存良直，言有征信，而措辞下笔或轻或重之间，每事机位而引机为动，以慎若走作，迷尽事而大乱真。”钱钟书的谈艺录哦，谈艺术的艺呢，谈艺录，160。此一走漏观呢，颇具创意啊。他曾引德国的剧评家莱辛之言呐，为画园必须手绘，画图必须手绘，以自演自晚，自晚至毫端，距离甚远，沿途走漏不少。史家对往事的图像每一点都要凭想象。Historian's picture of the past is thus in every detail an imaginary picture. 若眼前既无具体的形象，则必须根据残存的史料拼凑成图。再是描写走漏势必更多，因而往往虽得古人之言，亦未必能得古人之心呢。古人意言辞，今人以为是笔。再者，古之正人能作邪文，邪人能作正文，而今人又往往以文论正邪，这些都可说是可能走漏真相的陷阱。一部史书的好坏，就要端视走漏多少真相而定了。走漏之外，怀具博览的，故会也能洞见吴国传统史书的仿古问题。他举孙胜记司马孚与太枕帝司豪哭事，师访左传呢，李见枕尸骨而哭故事。枕尸骨而哭故事。陈寿《三国志》史书先主传陪注引示语，请留备宴会，备决之未如厕浅遁，显然是仿鸿门宴故事。
认为祭祀还古未必行事失古，因而若一味借古生今，非对不发，典故重窃，是机失真，戳黄对白，以指乱诛，隔些杀抓养，格物看花，虽难征情史，转至迷茫。陈寿呢，《三国志》史书先主传陪注引释语，是说心里吗？请留备宴会，被决之，未如厕浅遁。显然是仿鸿门宴故事，认为祭祀还古未必行事失古，因而若一味借古生今，非对不发，典故重窃，是机失真，戳黄对白，以指乱诛，隔些抓痒，格物看花，难征情史，转至迷茫。言因后之作史者还古人文字，绝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况，可说是华而不实，遣词害意之力，不知又因而走漏多少真相。以此也可见诗而用，诗可用典而实不可用典。关键即在求真相，不在求典雅。然而实不可尽信，并不等于实无可信。实不信，为史之过，乃人之过。还据说史，明言真实乃史之特性。以后现代于史，不可能真实之论，显然南辕北辙。故管锥篇论太史公书，虽以为马迁的司马迁曾是渲染未必信实有真，以怪是译文未能删除尽尽，但仍为吴国之有史学，待照端于马迁。无他，因为马迁始能信异于之故左传故以蒙，信以传信，以传以信以传信，以传以的史事，能如语中营宴，明媚机微，一直到马迁混笔乃以责人西礼之真通于史家求是之史。能知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采者。因将可能无所谓之异事俗说，quasi history， 应郭而外之于史，遂唱明孟子所发书不可尽信的义谛，判别千魂，班固三萧马书会生传神之笔。可谓尽言此正希罗多德，所以被视为西方史学之始。西式自称，我必须说出已经说过的，但我绝不必信其为真。此自谓乃
全书之宗旨。I must tell what is said, but I am not at all bound to believe it. And this comment of mine holds about my whole history. 西世虽如司马迁也有传闻之物，但然也如马迁力求严肃谨慎，常以我认为如此如何，我认为如何，为判断真相留下一地。足见怀据以真实为史之标准，以求真辩伪为史家之标准，故无可疑。怀据论史家求真之道，有谓为传真之难而传神之难，以其神即易失其真理。故颇赏王安石所谓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蓝水是精神。王安石的名言呢，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蓝水是精神。传真并不容易，但相比之下，传神更难。而且传真若遗失了精神，还是得不到真相。古事的真相可由科学方法重建而传，但是没有精神的古事，仿佛走了电的电池，难见真情。古文的真意可由阐释学方法而传，但若不得古人的精神，文字分析的再精确，可能是邪人的正文或正人的邪文，转至迷惘。所以一定要能传神，才能传真。神又如何传呢？怀据有言：史家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闲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蠢之惰之，以揣以谋。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闲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蠢之惰之，以揣以谋。此论显然以实证主义派史家一侧，而以克罗齐、柯林武之历史哲学观点同轨。柯氏之名言曰：史家必须重演往事于其心中。The historian must reenact the past in his own mind. 史家必须重演往事于其心中，岂非遥体人情，闲想时事之谓乎？如果要写一个皇帝，必须要先想这个皇帝走过的历程，因此史家也就要重演皇帝的经历于其心中。Thus the historian is reenacting in his own mi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emperor. 此非设身局中，蠢之惰之乎？柯氏将心比心之说，并不否定史料与文证的重要性。因而将心比心仍需涉及选择史料与解释史事，而是反对用剪刀与浆糊重新来编写历史。
反对用剪刀与浆糊重新来编写历史，但是过分的强调史家匠心独运，多少影响到主客观问题，心中之躁也不免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结果，忽略了往事本身的客观存在，自然会助长史学相对论的发展。怀具未必是相对论者，但肯定不以历史为死亡的过去，而是可以活在现在的过去。任何历史事件早已是没有生命的沉积，亦使沉积存活于今日，不能光是复制沉积，而需有史家匠心独运。使沉积背后的精神面貌，包括思想、感情、社会结构。思想、感情、社会结构。复现，此亦正是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之为止，而为怀具所引用赞同者。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因为经过史家匠心独运，包括思想、感情、社会结构的这些精神面貌的复现。那好像导演嘛，演电影的导演嘛，影片的导演嘛。怀具同时注意到史家遥想古人古事常会缘起而尽失，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与切己之情景会心，况待相知，高举有气。缘起而尽失，自本身之阅历着眼呢，与切己之情景会心，况待相知，高举有气。默契的契，并以钱穆斋推崇慧远和陶潜潜水艇的潜的例子，说明后人如何脱古喻今。脱，提手旁的脱古喻今，比喻的喻今，借交快垒，自明中取。所谓的云平偶遇，真借一亲，云平偶遇，真借一亲。这牵涉到古事时事相影射、互相映花的问题啊，也可以说是一种精湛，值得细究。不过脱古易今或无助于对古之理解，却有助于对今之理解。穆斋脱古，实由此可知其晚节既堕，欲借也使停自稳，以便隐晦上解。类此在中国旧史中例子甚多，如师询之六国论、苏轼之商鞅论，皆以古事论时事；易宋之会了，与王安石变法，以今两书又自成古，今人复可治两书之脱古，更得两书及其时代之真相。载彼之争，亦求进而不误。自19世纪以来，在实证主义以及兰克学派的冲击下，如幽灵之附体，难以自解。柯林吾之说略有驱鬼之效，然而后代至于史无可信的地步，后现代至于史无可信的地步，则走向相对主义之极端。
或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史家在绝对真理与绝对虚无之间，唯有接受之不必尽的事实之一，继续设法用新而有效的方法求真。如果说历史真相仍是一面模糊的铜镜，则许多科学原地里的真相也仍多不明朗。而唯有继续追寻事物的真面貌，很多科学界的定理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也是会被推翻的。继续努力吧。载笔之用。载笔之用，怀据捻出惩恶而劝善为载笔之用，可谓中国传统史学的一贯传统。以儒家伦理为准则，对史事做善恶是非之论断，以便流于世道人心。从刘勰的史传篇曰：“张善治恶，树之风声”，到刘子玄的史通，刘知几的史通，应该念刘知几哦。史通曰：“使之为物，生以劝诫；树之风声，使之为物，生以劝诫。树以风声。六月，使之为用也，济公思过。张善治恶，时到张时哉。”的文史通义曰：“善善恶恶，包正而度邪。”足见传统中国史学名家始终不易此一之者。西方史家以善善恶恶、善善恶恶为道德评论，或者是价值批判，议论不一。或是或佛，而近代史家佛远多于是，皆不是传统中国之较为一致。而近代中国史家在西风激荡下，亦以善善恶恶价值判断之不当，有损史学之公正与客观，而必须摒弃。盖自19世纪以来，实证派的史家尤是善善恶恶为禁忌。
告诫作史者应避之若急。他们认为是历史有一定的法则，决定历史的发展，不受个人意志所左右。一切的好事或坏事都不可避免，故做任何善恶褒贬都是不公平而无意义，甚至是无知的表现。一时盛行的历史决定论 （historical determinism） 因而有一体两面的结论：历史规律像自然规律一样无法改变，只有依从。既如此，则所谓的个人或个体有选择的自由或自由意志，存系幻想。历史规律像自然规律一样无法改变，只有依从。既如此，则所谓个人或个体有选择的自由或自由意志，存系幻想。这是历史决定论者的一体两面的结论了。历史既然有固定的法则，不受个人意志或行为所影响，个人自不必为其善恶行径负责，善恶恶也就成了无地之始。但问题是，历史规律并不能等同自然规律，因为历史规律完全不能预测，所谓法则大有伸缩的余地，将人事视同物理之妙，物化嘛，这个物化，把人性物化，这是大的错误。将人事视同物理之妙，犹如柏林士所说：“我们把历史降格为物理，以为贬斥成吉思汗和希特勒，像贬斥银河和量子一样。”人之言行既不像物质受制于铁律规范，个人仍具自由意志，自须对其言行负责。然则对人物加以褒贬，也就得有失了。与历史决定论持相反意见的相对论者，以不同的理由也反对善恶褒贬。史家既各有其价值观，任何善恶褒贬都只能反映某种价值观。换言之，做道德裁判需要标准，但标准难移。从历史看，道德标准却因时而变。最明显的莫过于道德的信与守。在渔猎、农耕、工业三大时代里，绝无可能一成不变。标准既然随时而变，用一个时代的标准来评论另一个时代，当然犯了时代错误。章太炎说得好，宋人往往好当时之是非，衡量古人，实则古人之安危利害，不应以后人之目光判断之。即使在同一时代，由于民族的优越感、国家的偏见、意识形态的固执，以及文化认知上的差异，
也不可能有共同的准则，甚至连同一事都会出现双重标准。即使在同一时代，由于民族的优越感、国家的偏见、意识形态的固执以及文化认知上的差异，也不可能有共同的准则，甚至连同一事都会出现双重标准。我们所知，马克思主义史家常以其意识形态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然而，今日西方史家也自认，当今撰述不错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有整个学术生涯在冷战阴影里度过的经历。Most historians now writing have spent all of their professional lives in the shadow of the Cold War。 当今撰述不错的其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有整个学术生涯在冷战阴影里度过的经历。Most historians now writing have spent all of their professional lives in the shadow of the Cold War。 恣意感受到意识形态之影响，以一偏之见为基准，做道德之裁判，故彼此彼此。难怪现代史家颇多谴责史笔之善恶恶，且因而主张既不彰善，亦不治恶。宁为聪明之侦探，莫当傲慢之判官。宁为聪明之侦探，莫当傲慢之判官。然而从逻辑上说，没做好善恶恶，是否就可居然否定善恶恶之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史学方法的完善，冷战的结束，文化的交流，视野的拓宽，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共识，都可究傲慢之弊。然而从逻辑上说，没做好善恶恶，是否就可居然否定善恶恶之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史学方法的完善，冷战的结束，文化的交流，视野的拓宽，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共识，都可究傲慢之弊。是以侦探的比喻只能说明史家之求得真相之后，仍需做尽量客观的判断。师承兰克的英国名师阿克顿就直言，历史人物为后世作者，史家张善，素质风生，无不以为大谬。师承兰克的英国名师阿克顿就直言了，历史人物为后世作者，史家张善，素知风生，无不以为大谬。美国学者瑞德尔一说，风俗之美，史家有呵护的责任。风俗之美，史家有呵护的责任。牛津思想史大师柏林更为善恶是非含涌于语言文字当中，即不想善恶恶也不能也。何况善而恶恶乃人类自然的情愫，不必强制压抑，主观评论，纵或有差错，也不能因噎废食。
译者克罗齐，意大利的哲学家吧，克罗齐，颇不以善恶古人为善恶啊，古人为然。因古人不应被今人裁判，今人攻击古人，犹如拳击手打雕像。然而克氏虽以今人评击凯撒剥夺自由之无当，却以守住19世纪欧洲史中以自由为准则，力评俾斯麦之剥削以限制自由，嘲弄教授压迫天主教，甚至昏了头要意大利政府负责教皇的言行。管锥篇译述克罗齐译文，原著亦有言曰：善善恶恶，史家直至犹在所在，勿容规避。苟谋能其强，是为论学论证中之阉宦。太监的阉宦，吾使其阉宦所能赚哉？克氏既然反对历史通则，重视道德，若为人者行为之中无疑有善有恶。No doubt, there is evil as well as good in man's behavior. 更以自由之意谛为其思想的信念。善善恶恶亦是所难免，他不过是要强调以往之古人古事化作尘土，故妄加评议毫无意义。真正的历史必存活于今人的思想与行动之中，在活历史中自有善恶，且不可谋能其强，言正可知。比诸中国传统善善恶恶之论，实未多让啊。这是钱钟书管锥篇翻译叙述意大利的哲学家克罗齐的意大利文的原著，然后就是也说到善善恶恶，史家直至犹在，勿容规避。苟谋能其强，是为论学论证中之阉宦。吾使其阉宦所能赚哉？克氏既然反对历史通则，重视道德，若为人的行为之中无疑有善有恶，更以自由之意谛为其思想的信念。善善恶恶亦是所难免，他不过是要强调以往之古人古事化作尘土，故妄加评议毫无意义。真正的历史必存活于今人的思想与行动之中，在活历史中自有善恶，且不可谋能其强，言正可知。比诸中国传统善善恶恶之论，实未多让。所谓善善的恶恶，不应仅做最狭义的解说，认为是对历史人物做黑白分明的评论。中国传统史学在实践中，善善恶恶的主要意识，原不在于褒贬死人，而在于警惕活人，为活人做知见。故历代政府至少自汉以后，莫不参照经史作为治理国事的借鉴。经史之所以合称，以苏老泉又是苏轼的老爸苏洵所说：“经不得史，无以正其褒贬。”
使不得经，使不得经，无以着其轻重。苏老泉所说哈，经不得使，无以正其褒贬；使不得经，无以着其轻重。斟酌其轻重。所谓的独使自用，其要亦在于此。昔人亦有，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西方人也有，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and that politics are but present history。之说，也无非说明过去的历史对当今政治的重要性。因不知往昔，无从融洽国情。有如格里士所谓知所从来，使明今日之处境。What we are, or where we stand in the light of where we have come from。知所从来，使明今日之处境。What we are, or where we stand in the light of where we have come from。知所从来，使明今日之处境。故历史知识有助于决定如何行动，以便择善舍恶。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can often help us to decide which course of action we are morally obliged to follow, and which we are obliged to shun。历史知识有助于决定如何行动，以便择善舍恶。自近代国家之兴，列国争锋，所彰之善，往往是本国之独特及其优秀所善。所致之恶，则往往是他国之凶恶。载笔之用也遂为爱国思想的泉源，爱国主义之滥用，遂有国祸之说，如德日的侵略及其亡国。时有以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而不讲道德之故。二次大战的时候，轴心国德国、日本、意大利，那都投降了。德日侵略及其亡国嘛。时有以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而不讲道德之故。德国史家麦乃克有感痛切，但是滥用爱国之物之恶，不能因而漠视爱国之善。国界存在于日，非爱国无以存其国。章太炎甚叹，4万万人都不知国家根本何在，失地千里亦不甚喜。就是由于不读史书，故无从爱其国家。载笔之用，其今只以发思古之幽情哉。章太炎感叹因为不读史书，所以无从爱其国家了，才会说4万万人都不知国家根本何在，失地千里亦不甚喜。历史教育做好
才有帮助于爱国。为爱国，无为存其国呢。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则改之。结语：怀记表出武力涉及史学三大议题及历史文章、历史求真、历史致用，主供历史学者参考，或可据之再做进一步的探讨。历史文章仍应以美为最高准则。旧时代的史家，不论中外，亦如张实在所谓：“史所以在世者也，故良史莫不公文。”史所以在世者也，故良史莫不公文。所以无人读《史记》，觉其文殊当有其气；读司马迁的《史记》，觉其文殊当有其气；读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学其行文治世，一味曲褒。行文治世，一味曲褒。罗马帝国衰亡史。然而当代史家都不善文，甚至认为文有碍于史，故历史文章也就写得像科学报告，不仅索然无趣，而且佶屈聱牙。刘必早为逝者所需。怀具特言，为显相反相成之意，结事含蓄为美。点到为止为美。由此买理，其文多义，颜回美文啊。由此买理，埋葬了理，真理。起立的文多了义理，颜回美文啊，美好的文章。而史文之美，更不必华而不实。历史的殿堂除了内涵充实外，尚需外形美观。历史的殿堂除了内涵充实外，还需外形美观。尚需外形美观。历史是求真，历史家的职责在求真，则是史学的最高指标，因为历史的本质应是真。史而不真，就不足以称史。然而史之为物，最难者也是真。由于求真之难，遂有两极的发展。乐观者亦将史学建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真实与精确，而悲观者则亦放弃史学真实的可能性，而归之于小说文艺一类。两极实皆不可通。怀具文学家之素养，不起后现代之偏颇。虽探史多不可信，然生探不信之故，得有所见。书刊补作史者，求真之不足，史学之真与美果能闭合，其效用应不止于史家孤芳自赏。供读史者遥想古人古事，历史知识必有其用。无法善而恶恶之传统，源远流长。俨然以儒家道德标准判断中间善恶，
事实上，极大多数的历史人物难以黑白区分，但善恶的目的实在之见。编古人之诗之意少，明前车之赋之意多，以及西洋人所谓历史的教训。历史教训却不易学得。名人有古今，异情而同行，同事而异功，之说，正说明历史不可能完全重演。英人赫胥黎也有说，最主要的历史教训是不吸取历史教训。That men do not learn very much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lessons that history has to teach。英人赫胥黎天演论呢，他也有说，赫胥黎有著作《天演论》，赫胥黎有说，最主要历史教训是不吸取历史教训了。Let a man do not learn very much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lessons that history has to teach。显然是冷峻的说法，言过其实。至少知往有助于知今而后能知去从。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嘛，史记就强调这样，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唐太宗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知国家的兴衰的，引以为借鉴啊。资治通鉴也是有这种观念嘛哈。读史致用呢，能如此，善莫大焉。然则史学之体用，真善美三者兼备，真善美都要有。汪荣祖教授所著《史学9章》第8章前目论清学属世评。导论：钱穆的《中国近300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77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钱氏自谓，人工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300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钱氏赴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2之讲义，因与人工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于是前2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世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
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会否定前人的业绩，也会对前人的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既有所突破与进展。若能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1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远瞩，大步迈进。本论述凭前目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人工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前书都有一傍梁书的痕迹。前书晚出10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前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前世清学史的看法。前世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300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以人工立意之外，亦有阐述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就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清学史渊源：清朝享国约300年，钱穆以梁启超所谓300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梁以清学史一对晚明毕正与王学流弊之缓动，明末虚学之输入，藏书科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所言虽能不免简略，却每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纪西学以及新概念对它的影响。钱穆虽晚于人工1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人工1代，故绝不提16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仅为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接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评汉宋之是非。故欲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便无以评汉宋之是非。若然，则近300年学术史应作近900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300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900年之前。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枉王学的末流，而且烹谈政治之现状。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
清学的先驱。前世虽吉言，清初大儒，或导言于东林，或为东林之思想，然以自问自认清代之实学，故为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与以往更渺不相涉，然则前世敬畏，清初学风尽出东林，无乃太过。事实上，前世首章所讨论的王黎周、王传山、顾炎武三巨子，乃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就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继之，并有以用事，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了定论。前世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习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篆抄袭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传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77种250卷，此外未科及译者尤多，仅改译人工所记，译者不少，为译者尤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前目照抄而未查书，故而延误。按传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书局1930年重刊，计70种288卷。如果传统文士转入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前世仅言以梁氏之意，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继子，学者最仅从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世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之肯定，而两人对三世的评价也大同小异，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梁所接黎州虽出自阳明，实已提出治良知的心结，为治己行，以救王学空疏之弊，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也许未必有当。然其断定黎州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则颇言简易概而不可疑。前目所谓黎州重实践、重功夫、重行，既不到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至陷入猖狂一路，并未超出梁人公所提治良知的心结。前目为黄黎州政治思想一节，多取明夷代访录，所论与人工也稍异，引文亦略同。认为黄氏以具民主之创辟思想，所以则主要是代访录之所以作。人工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将士鲁之下问，也就是说，期待清廷的青睐，而正恰恰相反，实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前目则据全主望之言，为成书之时1663年，朝夕烟尘已无可望，更无可待，故而代访录
曾于黎州54岁时为黎州政治性为最后之成绩，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然而事实上，黎州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性位，似乎仍有所待。继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实乃代访录之底本。曾于前10年有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果有因无言而行之者，又何以乎吾之自行其言乎？足见黎州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其胸怀故非尽人可比。前目以人工赞赏黎州代访录所言尽是西方民主学说，虽无一词，却有意暗批人工曰：今读其书者，经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愚，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人工并非不知黎州处境之艰愚，若为还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实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愚而持此创辟之见，正黎州之所以异于常人。前李两对黎州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王夫之好船山，其书自19世纪中叶始出，才引起重视。梁启超虽自称未通读王书，然所著《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与王学极重要的位置，并所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前目论船山，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观点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比前人见识多了。前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并推而言之曰：船山理趣甚深，词论甚拙，不图近300年所未有。及类之宋明诸儒，其博大宏阔，又为精简，概无多让。梁氏接触王夫之反对纯主观的玄谈，而前一言船山切重流俗，边或是言行者道虚落空之病，以及须知胡解之无当本体，盖其发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故而既不空谈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此论也未托人工所说，船山提倡实行而不讳原理。前目故标出船山喜言双动，与宇宙演化之妙，喜言变动与宇宙演化之妙，为王氏人文进化之说。弘辟深博，为船山之演化观，不仅演进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兴亡起伏之机，实为一石破天惊之论，其前世未及以见之。前目甚赏王学，未尝不因认为王学神力之言，仍是宋明儒家己货，
有以张载正盟的学风为镜，展露前世一贯崇宋之主张主见，亦因而相较之下，远远古于习行，待正单以情愫，以前之见，皆不如传山之正。然以前世之言，以下之辩，以论李晚春，一论李晚春一节都有发挥。仅为就传山桂花建议的强烈民族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仅以皇叔以种姓以下之皇有谨言，亦带过，未免失之交臂。前目论顾炎武，虽然在传略与引文上颇采良疏，但论点颇异。前目一则曰：亭林之自古因，乃成名臣地纪立之遗序，成名臣地纪立之遗序，以驳梁氏称亭林为汉学开山之说。再者曰：经学及理学，亦非亭林所创，因钱穆斋以先言之，亦在驳斥晋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历次扬名良知之说，虽为清出汉学之兴，前出明末王学反动，岂尽然？前世以此显然在挑战梁启超所谓论清学开山之主，是亭林没有第二个人。然而细查之，钱穆对亭林的结论实已清楚，不做第二人想。不仅认同人工种瓜故学博学有闻，行己有耻之经道，而且认为是并世学者皆不足相兼并，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又为以后卿如帅号为转己彼次，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节传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无也。然则钱穆虽不因亭林为汉学开山，实以肯定其开山之功，与人公所言大同之异小异耳。总之，清初学者莫不针对明末空疏之弊而发，故提倡实学。清学之渊源于此，亦显而易见。钱穆虽言清学源自宋，然并不能无视清学乃宋学流弊之还详。太言所谓宋学自清以洁而无华，亦属事实。钱穆对清初三巨子的评价，是与梁启超所见略同。清中叶之考据学，钱穆以传统学案题写学术史，但见学人先后出场，却难见学术与流派之演变。钱家考据代表清学的全盛时期，但全书实未能尽到其来龙去脉，而以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学开山之说，亦颇持异议。虽能以钱家考据上承亭林，然承袭之机不同。白硕宇曾批评钱穆将故事为复古主义者道学先生抄书匠歪曲了亭林考据学的优良传统，
虽言之尖刻，不谓无见，前目尤其不应误解。亭林所谓著书不如抄书之真意，故事之意仅仅是说盗窃或改串他人的著作，还不如忠实的抄书。而此一误解，却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据为目的而非手段。所谓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续复古以抄书的传统？显然不是。梁启超之《中国近300年学术史》，结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系对钱家考据学的详细总结。由此总结可知，所谓钱家考据学，却不免堕定繁琐，为考据而考据之机，亦非无据。今人探究考据极盛之故，常为专制政权禁锢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钱家正当清之盛世，时有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考证工作，其结果对古籍的复原与整理，对文化的承继，是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说，为乃至明末清初以来，重视大问学的自然结果，能以内源说补外源说之不足，为大问学与尊德性乃一体之两面，是不可一分为二。前目论钱家句子以张叔树、戴震、东元以张学成实哉，与两世学术思想之交涉已焉未详，或有其门人系成之。戴震与张学成虽为钱家之要角，未得为包揽钱家时代学术思想错综复杂之全貌。前书论及钱家时代，也为辖多元时代与学风的关系，亦看不见亭林考据学发展至钱家的过程，以及两者间之异同。休宁、戴震至东元，可说是钱家时代最享盛名的学者。不仅在考据学上别开生面，从字义、名物、度数以及通经义，所谓信孤名而后义理名，而且在义理上更颇有发明，由令后世学者敬畏。胡适之就把戴东元的哲学等同英国讲求实用的功利主义，视为清初以来反玄学运动的成果。梁启超也说，东元所言绝是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渐焉，清学派之精神渐渊。梁胡两人皆将汉宋之争视为实学与玄学之争，而尊汉比宋之意义言表。然此恰为前目之所能接受。然此恰为前目所能接受，并见诸其论述之中，
如为东原学至江永，回社又是诸子故里，弘上笃实，严厉尊诸。所谓代学原出诸学，张实在以先言之。为前目认为东原论学之变，由于受到会动的影响，使尊汉抵宋。尊汉抵宋，亦因而使前敌代，亦因而使前敌代。若为东原在四库馆，盗窃赵东前教水晶柱，为至永乐大典即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则又效实在之次代。吾视之穷毕生之力至水晶柱，无亦为代事便无乎？学者间相互激荡，是属平常。然东原是否闻苏州会试之轰而变，并无确据。亦如胡适疑心孟子之意述证和袁善受到原理学派的影响，没有确据。但东原的学术思想却可分前后两期，而后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学术思想，即使他最后受到会动的影响而变，他的学术之精湛已远远超过会动。代学既不能归功于会动，亦不能将代之义宋公诸怪罪于会动，更不能说代助会夺宋如讲义理的传统。何况学术思想之变不可能突然发生，而是其来有自。应是研究代正早期作品经考，以经考附录，发现东原后期思想的发展大致都可在此早期作品中得其根源。然则代正思想有变有长，仍具思想发展的一贯性。东原晚年从变性义到变理气到变理义，亦有其一定的发展过程，并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导。前目虽认可东原考证之精拙，然并不认同其义理。太严强言
代之名著《孟子志异述证》一书出，学者自是者伯承诸，而钱穆遵从诸子，始终如一。晚年传100万言，诸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位。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诸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以伦比。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公诸之论，故斥东原所论激越深刻，诋毁遗混，以东原颇自汉焉，亦因而下士东原曰：余观传山议论，颇多与东原相同，然传山即尊宋儒，其是超于东原矣。因亦颇为借重张实在批代之言，若为东原以诸学传统反攻诸子，故实在讥之，为其饮水望源也。更说学问之事，不尽以信估考试，以夺代学之长，并断言东原会有余而事不足。钱穆颇恨以诸夫子为难之人，大是方东树。全是毛头记指定东原，与张实在自多表同情，然张氏在钱家时代时遭冷遇，其书亦未出。钱穆专章论实在，以东原相抗，而以张大其人。所谓东原实在，乃钱家最高两大师，亦如人公为张学成为钱家全盛期与退婚期间一重要人物，不免夸张。实在之成为重要人物，乃后世之发现与认可；实在之学，也多后人主观的诠释。实在针砭汉学家之言，即为钱家汉学家所知，则又何从影响其时代？以时代学术之重要，端视其影响的深远深浅，以及反响的轻重。就此而言，代证无疑是清中叶最重要的宗师。梁启超与段义才、王念孙、王隐之父子，为最能光大代门之类的后学，显然着眼于正统汉学之朴学，其一脉相承，总是真华之基，理然可循。钱穆则以焦礼堂焦循、阮云台阮元、林次仲林廷堪继代之后，三人顾及重东原，亦接受东原的影响，然为尽受代事还礼，即钱穆之见。焦循虽学中东原，不免逆时代考据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艺之才，故思辨深赞，可以东原实在鼎足，甚至较东原为严密，亦因而能不随汉学家考据之风起伏，进而能中代原
代章、代元、张时成、张学成、张时斋张学成。代章两家之长，字数一致，所可译者，李唐既未得读时斋之书，又何从终其长乎？不过教训的思想确有可述，尤其时变旁通之意，以异端直译之说，非同凡响。钱穆虽言李唐旁通异端之说颇详，昔未能就两者之意义多所发挥。如时变旁通，是否以花清记变通思想之先生？异端直译，是否以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论，是无需局限于汉宋调和一端而。阮元之学故意植根于东元，自古训名而后义理名，训孤名啊，而后义理名。钱穆因见阮之长于归纳，有别于焦之长于演示，演绎。故谓阮重实事求是，近乎诸子；焦主自私求通，近乎陆王。有教阮性情之意，以明学徒之臆测。再因阮氏出处较显，铸成汉宋兼采之风。所以以礼易代之礼，然论经实以代同尊行清。曰：东元言性善，专就实色之性言之；以次重言礼，专就声色味之好恶言之。同一师也。而灵魂术礼的旗帜，更沿汉宋门户，则杨代之风而益甚矣。为灵亦颇道汉学流弊，不以号骂宋儒而高置标志为然，也不以喜圣演周孔为然。列此皆颇合钱穆之意。钱穆标举东元后学之意，可以列见汉宋门户以及两人道术之意趣。钱穆述论教训阮元灵庭堪之语，附录方东树、方直之，涉及清中叶学术史上一大公案。事关桐城派狭院攻发汉学，梁启超说方东树助汉学相对，便抵盐湖会代所学不遗余力。为梁氏虽说其书为宋学辩护处，故多依旧，然认为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钱穆则谓方东树之书，颇足为汉学争辩，犹乐见其尊护诸子，
虽因方式适口无忌，其书之水准也不及时斋之通义，以陈理之学书录，学思路，但风格差劲，皆不满当时极盛之汉学，并可觉其病痛者。但是梁前两世均未对此一公案做全面的探讨，并未追究其学术史上的意义。前世仅在附录之中稍稍涉及，隐约不彰。按照章太炎的说法，待朕自学深邃，令诸儒赠怂，便为弟子。天下人虽敬重经儒而轻文士，导致文士与经儒间的交恶。同程派文士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的同程异法，但是同程诸子并未得程朱要领，徒言隐乎没，大言自壮，故犹遭轻蔑。姚鼐想做代朕的学生，会被接纳，感到羞辱，仍乃不断抨击朴学残碎。后来黄东树写《汉学商对》一书，虽不完全是污蔑之言、污烂之言，然方士本人亦属文士，强以宋儒自居而行不复言，所言汉学弊端，仅仅是为是，反增纠纷。近人朱维征于此一公案有进一步的论述。那位姚鼐死后，将还转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又传《宋学渊源记》，独不记同程朱家，因而结冤。黄东树及姚门弟子，反应最为强烈。凡与汉学有关之人，都在攻击之内。尤即使于戴震与扬州学派，以维护诸子以发明道统自任，学术价值虽然不高，但颇得同程、杨胡两派之声援。更有近者黄东树身后正值咸同大乱，曾国藩被当世荒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汉学商对亦随事变而风行一时。然而变局之下，汉宋时两败俱伤，双双凋零。诸事所论，颇能补前两功之缺。盖思想史之研究，不仅需追究汉宋间理性对话，且需顾及学者间之隐情失踪，亦需注意时代因素及其影响。前目著作体例引一段评说一句，不脱旧时还礼。实乃阐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晚清学术史，晚清学术造自钱家朴学四伪之后，讲求复古。钱家考据学风崇尚朴实，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有谈无根。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繁琐、僵化而枯燥，至道显之际衰相已著。梁仁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居于汉学本身，
因迟滞而腐败。汉学家尊古而善于之矛盾，以及咸同战乱之刺激，是以经世纪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钱家清学的衰微。钱穆论清学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元以来胡学家立指宋儒之徽事，故述衰世之记其者，多以调和汉宋为言。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旧学与新学的良方。不过畅言汉宋调和，即使能够落实，是否足以应付道贤与将的事变，殊为可疑。而此一关键问题，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正当道贤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汉学因经文的复兴而趋分裂。经文之复起，这与钱家兼著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然经文之惨绝奥旨，往往千罪比附，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自非钱穆所能允可，故目为浩荡之风，较其比试会动犹有过之。若为其实，则为供养；又转而为经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演学晚清100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学术自道同趋失灭，无救二应。钱穆此语总结经文学在晚清的影响，认为关系到学术之道的失灭，甚至将清代的覆亡归罪于经文。此等大事，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明其因果，岂能一笔带过？梁启超将经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钱穆也认为，常州经文学虽然其庄存立于刘宏禄、宋凤祥，然便于龚自珍与魏源，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龚自珍是将经文学派之清古经推展到注重实证，龚氏却是清儒在100年文字阴影之余所开发出政论风气之一人。在学术上固然为钱家经学的反响，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生，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世人。凡此皆龚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深细究。然钱穆后因其鄙视经文之故，对龚氏的评价偏低，以为其承袭张实斋之说，在习其屡试不受而消极，以至于往往有彷徨企图莫审侍从之慨。又说定西之学博杂多方，
而皆有所成，亦非能开风气，虽可说明，即使定今西有那个字，上面今天的今，再来是西东西西边的西来。这个字很少见。今啊有了它的器皿的名啊，也不能有所作为，足不免自我否定其学术思想之重要性矣。且目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一书的真正英雄人物终于登场，此人乃曾国藩，181到1872年，活了62岁。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前世所说，国藩学业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此论显然与全家汉学家义，代表晚清反考据之学风。更何况曾是以中兴元勋提倡经世致用，以挽救世风为己任。曾氏理论谋汉宋会通，扶植礼教，而礼以实为大，遂达经世济实的目的，不谓无见。然而前世不仅以专章述征，而且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赞褒有加，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如以杜马补习正之篇，以礼为之纲领，管经世考核一礼一牛，密字旁一个官啊，管经世考核一礼一牛，尤为体大师经，足为学者开义归敬。又说以家道汉学家继东元后，专以考定古礼冗碎为能事者，回不磨焉，迥不磨焉吧，可能是迥而不是回。又推议其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以至于离生之所成就，不仅看平大难，足以正朔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识，有清201年，故意少见其批矣。故而离生之末，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少见其批矣。故而敌生之末，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时同治中兴所谓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以此足见曾国藩在钱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实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见钱穆与曾国藩在思想与意识上之相契。现代学人之中，故不仅仅陈寅恪之思想在湘南皮之间也。曾国藩之外，另一钱穆青睐清远的晚清学者是粤人陈理，号东蜀。东蜀完全是
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前世以东蜀生殖大乱衰世，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信古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师，故意挽风气，编流俗，主汉宋兼才，有意提倡新学风。所谓新学风，以前世之见，只是不分汉宋，以求微言大义，且不期而已。张时斋挽风气之说相同，并响应方东树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则所谓新学风实无新意，更何况前目又说东蜀之学仍不出古训，其意实意汉学家勿专务训诂，勿忘义理。若然，则东蜀乃汉学之正兴者，亦不得谓之新学风。另可注意者，前目于东蜀的学术实未以多许，若谓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承诺，又排比众说，不亦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以两汉400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取去抉择，在作者虽自有为意，而至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为研制汉儒思想者亦完备之参考书也。又说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是不如研习哉，言读书为重经籍，是解释不如张时斋。既如此，则又何须专章论述成理？原来前目全自其向往之意，东蜀者，因东蜀历次事情既然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否重前世当世之感慨。今日安得东蜀其人者，以上晚之以诸子正君，相率去以博学之福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诸子正君云云，力荐前世本人学术思想之归宿，而胡论学好恶，以胡论学好恶之所本。康有为虽是前目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一书中之奠君，也就是结束清学史的大学者，但是前目对康之评价甚低。以梁启超对乃师的赞赏迥异，前世认为康之公羊改制说，实自川人廖平剽窃而来，甚至说康门学说尚是廖继平范围，岂不是说若称康门，还不如竟称廖门？至于李运大同之说，康虽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抄袭也，而所论也不出谭嗣同的人学。然则依前目之见，康有为并无自得之学可言。
前世清学史的完结篇虽有极为消极的结论，常述之以考据如料，如遗思想如谈，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以后，还其自为矛盾冲突抵消，以弃于灭尽，则300年来学术志士已告一结束，扫地次第，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至伪。之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是称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扫地次第，未免言之过当。盖后起者颇多自认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康之思想非无创意，所谓矛盾冲突也非不可解释。康有为固然受到廖平的启发与影响，但两者的规模与目的决异。殊不可同日而语。萧公权先生之康有为思想研究已有定论，以康之评价，为萧前两世可各持一端之词，属是否公平判断之事，将康氏震动一时、影响深远的心学维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说成完全剽窃廖平既无影响的知圣篇与辟流篇并不公平。既为窃制廖平所窃之货，无论好坏，自应由造货原主负责，且又即使已非造货之人，竟为常数抹杀一切，强辩曲解，图乱后生耳目。果如前目所言，其说来自廖平，则抹煞曲解之罪，岂非应归之廖平才是？康氏论学却常不顾证据，强词夺理。梁启超亦不讳言，前目曾就纯学术之观点批评康鲁莽灭劣，亦不为过。然而不能不体会康氏著作之为旨，言不在纯粹的学术考证。康明欲学以致用，甚至以学术作为达到政治改革的手段，亦因此能在思想界引发飓风和火山。前目认定康氏思想这两极端，以为戊戌变法是走极进的极端，而民国以后反对共和则走保守的极端，似乎前后自相矛盾冲突，实则未能全面掌握康氏三世说而致悟。康有为演三世说为政治改革理论，一个基本点就是制度演变必须循序渐进，而不可劣等。戊戌时期保守势力仍强，必须极力求变。而民国以后未行君主立宪，就举行民主共和，有违渐进之意，造成混乱，故极力反对。若知康氏理论之整体性，便知并无重要的矛盾自相冲突之处。萧氏研究康有为之最大贡献，要能厘清康有为之现实与理想面。现实面具有改革而争中国与现代化富强之意，而理想面则求世界大同于未来。
乃分属2个不同的境界，是当前与未来的关切原本不同，并非矛盾。就康之大同理想而言，内容之丰富，诚如萧氏所说，康有为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主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凡系读康是大同书者，当有同感，而钱穆竟视之为无端发此奇想，以空想为游戏，此章不实之论。中外乌托邦思想多以精深或浅薄，仍有其客观标准，非仅凭个人好恶、同情与否而能断言者。前世悟今闻，是改之为荒诞，无从体会康有为思想之重要与意义，失之多矣。西历东渐，康有为及其同时代有识之士无可回避的挑战，故探讨晚清学术思想必不能不细考西方因素，而西方因素正是钱穆论晚清学术史之最大盲点。他仍持有根深蒂固的本位主义思想，谴责用以变现，而不去处理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的新时代课题。以至于在前世笔下，清代学术思想传到康有为，变得矛盾冲突，一无是处，无所适从，而有扫地斥力的错误结论。结论：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由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20世纪的人写19世纪之书，前世写清学史是设身其境，以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是一代学者做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士就是钱穆，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辩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推崇宋朝、尊敬朱熹诸子的基本心态。前世自身之学术思想背景如此，其论清学史亦只能选取若干学者，述其传略，摘取其著作要点，以其个人的信仰加以评论而已，取样不广，难见学术思想之全貌。一时代精神文明的整体，只能说是学者之学术思想列传。其所论清初学者，议论与梁启超略同。论清中叶钱家考据学，则以梁教义。钱务朴学，比宋公诸，颇自激谈，而梁则甚喜朴学的实证风尚。
论晚清，则钱粮所见决议，道贤以后思想之变局，莫重于经今文的博兴。学者由论证而图政改，常有为以学人推动变化而致高峰。故梁士康乃晚清今文运动之中心，诗学之继承者，而自称今文学派最猛烈的宣传者，亦自认学术活动虽具政治色彩，然寄望于新时代之启蒙，甚为殷切，亦颇乐观。前则是今文改制说荒诞不经，教会动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士康有为儒学术之罪人，以其为清学之总结，亦足见正学俱亡之不可挽救。其情悲观，两世背景与思想俱异。所以有颇不相同的学术结论。从现代的学术史研究而论，钱穆与梁启超在方法上均无多突破。现代思想史贵之在特殊历史时间中，思想与思想间的相互影响与演进，以发现其时代思潮的特征。而时代思潮面向稀广，为仅由名家巨著所能形成。于不见经传的短简小册之中，也可窥测时代思潮的趋向。时代思潮错综复杂，亦未必一致，同中或有异，而由一时代转变到另一时代，也非干净利落，往往星光映目而旧影犹在，星光映目而旧影犹在。清学史自早期、经中期到晚期的纵横发展与演变之机，以及在整个思想史上的意义，有待在先贤开拓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以上是汪荣祖教授所著《史学9章》的第8章，钱穆论清学史述评。汪荣祖教授所著《淮剧说史阐论5篇》，《史学9章》第9章，《淮剧说史阐论5篇》导论。淮剧是钱钟书先生的别号，点出元好问诗句：夫怀聚以无多地，秋水明蛙至一天。以前著管锥篇，书名语出庄子，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两者貌异心同，略见钱氏胸怀。按现代学术分类，钱先生自应入文学家之类。然而自管锥篇问世之后，已充分证实全学之深博，浩乎涵盖文史哲3大领域，而绰绰有余。其国学之造诣，当是故已是硕果仅存，而其对英法德意等西方语文的熟练，通解其经典，
当今鲜有能望其项背者，亦因而最能表扬中西诗为名气之处，往往旁征博引，心与浑氏旧句，东海西海圣人同心，颇能开展眼界，舒荡心胸。故此亦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则通人，其学也绝不能限于文学一域，值得广大的文史哲学者，尤其是耕耘一方、专治一端的史学工作者，借照灵璧之光。本章之作，即在彰显淮剧之说时，不仅视其语义，发其韵意，而且效其笔法，推而广之，阐而论之，共分5篇。第1篇史学之体用，第2篇史事之循环，第3篇文史之混合，第4篇史韵诗心说，第5篇六经皆史说，以供史学界参考与商榷。第1篇史学之体用，淮剧引《左传》正义、杜预序，捻出为而显，质而会，婉而成章，进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武力前4例指在笔之体，第5例则为在笔之用。认为吾者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但经竭力以求以何者也。有为无力者，使史家之选古，以此展示传统中国史学的最高标准。史学之体及历史的本质与内容，是如任之为铁质；史学之用，则如力之于刃，两者有相待之地，思辨所需，不能纯以2分法解之。历史的本质到底为何？一般认为具有2义，一为真实的往事，一为往事之记录。淮剧说史乃指后者。事实上，真实的往事如湖上之虹，寒潭雁影，既是已无从直接追捕，唯有从文字记录中去重建。然则历史乃重建之文体，亦就是载笔之体。用近人的说法，则是文本 text 叙事 narrativity narrativity 之类。而历史叙事贵在求真，故是否真实，知识体大。淮剧有云：史必真实，诗可凿空，即道出史之所以为史，诗之所以为诗，二者性质有根本之异。若为诗必真实，诗可凿空，则史故非史，诗亦非诗。至于历史之用，乃真实的历史记录所能与今人以及后人的实际益处与用处之分数如下：载笔之体，历史既然是史书，也就是载笔之体。淮剧特标出所谓危险与智慧，意义是各相反。
两者实相反与相成，莫不在讲究史家文笔的技巧。刘勰所谓之隐秀，也就是在言隐为之旨。隐也者，文外之重职者也，文外求显了哈。文外之重职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又也，若篇中之华隐等数儒之无学，句间显秀，如记事之少真。然而后有会色而为深，虽傲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逐渐隐秀也是相反相成，恰到好处。故所谓隐晦，是为了文章写得好，避免直言说破，皆非含混难懂。历史文章也并不例外。刘子轩已有所发挥，唯显惨优，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更进而解说道：贤也者，系辞入说，礼尽于篇中；会也者，省字约文，是意于句外。然后读者忘表而知礼，门毛而辨古，睹一事于句中，反三于字外，会之时亦不亦大哉！逐渐使文须将事说清楚之余，尚需讲究意在言外的技巧。古人之所以要讲求为会婉之道，还具列举数义。一日省文，因为古人无职；一曰省文因为古人无职。汉清科简为例不易，然而并不是说有了职就可以还原，行文仍需省约。所谓门毛辨古，不必写若必称，以孔子所谓的辞达而已矣的意思。昔人修辞之常言，也要求去赘字冗句，强调节饰为美。不过言之无物，实体虽美，亦是徒然。英国史学名家艾尔顿曾说，若无好的内容，再用墨雕饰也不会讨好。Unless the substance is good, the appearance, painted even an inch thick, will not lease. 还不如隐之。就此而言，刘知几所谓若物一闻其事，而则使臣显其良知之体，生其委婉之才，盖亦难矣。以英人所说，时貌亦心同，然则隐晦之道也应包括略去无足轻重之往事，亦如昔人所谓，无需记录麟猫昨夜生子诸事。婉而成章也无非求实体之美，怀具为行文以含蓄，故亦必直言说破，而隐去其辞。如用代题，若以倾城代隶书，之类，亚里士多德早言，文辞之高雅，不道明而述其状。
所谓不道名而述其状，即表达特定之动作。Express specific actions， 而不仅仅叙述动作的存在。State that those actions exist。历史文章是否也宜求高雅？试看古今史学名著，鲜有不以文传者。就是司马迁故班固。无论以西方史家行文志士飘逸，莫过吉朋其罗马帝国衰亡时有云：罗马建筑多消失于历史之中，少能免于破坏的厄运。How many have escaped the noise of history? How few have resisted the ravages of time and barbarism。多与少相反与相成。弦外之音，则是风流莫在，岂非甚合隐秀为意？尽是作史者力求谨言，行文一如科学报告，往往不堪卒读，以为逝者所叹。专业史家已把历史文章写得枯燥乏味而细琐到Jejune and overly specialized。当今耶鲁名师彼得盖更极言史学文体之美，只为文采风格乃史家的科学之艺术。Style is the art of the historian science， 皆不脱婉而成章的为旨。苏老泉史论提出引而张，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引而张，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较有新意的是直而宽，可谓史评的范例。史家应直抒其事而不失宽厚。引而张则展示传统纪传体例。所谓本传绘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以善也。夫以引而张乎？至于中国传统史学上避讳一事，故与刘勰所说引秀无关。此一中国特有的风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2000年。时受为尊者会、为贤者会的春秋笔法影响，也是价值观影响史笔之力啊。但避讳并不是真正掩盖或消灭史实，虽不明言，情意已在言外，否则自两宋以来，避讳之学又何从建立？不过为读史者制造麻烦而已，而此一麻烦也已大致被陈元破解，故无人或可称之为讳而不淫的笔法。这种笔法一方面照顾到道德传统，而另一方面则可不必遮掩历史的真相。历史记录必须要有记事本末式的叙述，也就是要有完整的故事可述。刘子玄所谓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成千古不易之党论。为历史文章虽借文字创作，然贵在真实，难也在真实，故载笔之真不可不论。载笔之真，怀具以尽而不污之力，论载笔之真，
并演为恶意。一曰：知不必尽，the truth but not the whole truth。二曰：尽而不污，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史家信奉时以纸笔为最高的指标。史家奉信实，可靠的历史信史，以纸笔为最高的指标，即怀据所谓史学求真之显古，古今中外并无二致。西方近代史学之富兰克的名言，直抒其事。久为史学求真者所乐道，是主述希腊史家卢辛，叙事如其史。修习提底斯也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以信史自认，若为述真 （telling the truth），确实报道所发生之事 （factual reporting of the events），显然以为史事之真相可得。然修士并非相信尽而不污者，故认为可得真相之史，唯有近代史以及政治和军事史。18世纪西方启蒙精神更添史学求真之信心。19世纪新科学时代再赋予史学以科学之地位。法国史家于20世纪之初在首届国际历史学会上，即以真相，所有的真相，除了真相没有别的的处事，or th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以推议史界同仁，影响所及。1902年，英国史家伯里就任剑桥讲座于史学推史学乃科学，不多也不少。History is herself simply a science, no less and no more。与同事相勉。1910年，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哈特接着宣称，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学派。What we need is a genuinely scientific school of history， 并以达尔文为典范，此故非当时一家之说，是流风所披潮流之所上。史学若果如科学之真，尽而不污，自亦可治。然而，信念如果不能落实，选股不能种地，仅止于信念与选股而已。大约1世纪来，实践证明，尽而不污，殊难求之于史家。史家并非不愿为，实在难以做到。即使求之不必尽，也颇费周章。且不论实践证明史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真实精确，而二者的性质也根本相异。历史相对主义与怀疑论历久不衰，岂非无故？而近代史学本身也遭遇到后现代的质疑与挑战。重建既往的历史，主要依靠文证，其次有赖于考古发掘出来的物证。文证与物证的缺失或残缺，故无真相重现之可能。即使史料出则汗鸟，居则冲动，真相是否能真正重现，直接牵涉到史家的心态。
古今语文的能力、观点和见闻的广狭，以及探机索引的本领。真相是否能真正重现，直接牵涉到史家的心态、古今语文的能力、观点和见闻的广狭，以及探机索引的本领。史家以今观古，今我势必受制于今，殊难真正将汉还汉，将唐还唐。若以怀句所谓"我既有障，物遂失真，同感沦于幻觉"，用之于史，就是说，今人观古作史，要能够与古人古事同感，始见其真。如有今障，则古人古事遂而失真，所呈现者今人的幻觉而已。以德国大史学家蒙森之尊在其名著《罗马史》中，精意刻意美化凯撒，以凸显作史者期盼当世强人出头之渴望，期盼强人统理当世，就是今障，遂令产生对历史人物的幻觉。放眼现代史学史，历史真相呼应三大主义一大潮流之挑机更显得一直残缺不全。其一，马克思主义暴露了传统史学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暴露了传统史学的片面性，只注意某群人、某种阶级，而完全忽略了大众、被剥削阶级以及许多社会经济因素。马克思主义剧作家弗里希度，他一人干的吗？有极为传神的话：年轻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他一人干的吗？凯撒打败了高卢人，难道身边连一个厨子都没？The young Alexander conquered India. He alone Caesar beat the Gauls without even a cook. 其二，女权主义暴露了史学的男性性格。女权主义暴露了史学的男性性格。在历史上很少看到女人的影子，难道男性后面没有伟大的女人吗？岂不是少掉了人类另一半的真面貌？历史真相国有之，也不过是犹如徐辉之半面风流罢了。其三，后殖民主义更揭示出历史乃胜利者的历史、强者的历史、白种人的历史，如萨伊德所谓，缺少一种对位法的视野。对位法的视野。Contrapuntal perspective， 遂令出现另一种的片面性。一大潮流乃60年代以来风行的新社会史。此派谴责旧史之排除弱势与敌对族群，旧史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犹如政治宣传。此派因而有历史不可能客观的结论。三大主义一大潮流固然转换了历史的焦点，
同时也透露长久以来历史真相之不尽而且有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一大潮流是新社会史。这三大主义一大潮流转换了历史的焦点，同时也透露长久以来历史真相之不尽而且有误透露有点漏，铺路的路呢？透露了长久以来历史真相之不尽而且有误新社会史历史家所得史学不可能有客观真相的结论，何以史家自挖史学的坟墓，趁虚而入，欲盖史学之观者，起非后现代的理论呼后现代主义初见之于艺术与建筑，后来发展到包括文史在内的各个领域。此后现代主义者，尤其是二战以后，由于对科学与理性之反动，进而挑战史学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并强调语文的不稳定性格，认为现实由文字所创，非人说话，而是话由人说。而文字本身可做不同的解读，就是真理的障碍。故后现代名师傅科与德希达都会说，追求真理乃西方世界最主要的幻想，而要将真理从西方价值观中解构。出来deconstruct 真理既非绝对，而是相对。故傅科又言，每一社会都有其自己的真理，有其自身的真理政治。Each society has its regime of truth, its general politics of truth。也就是认定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别无真理可言。连科学也是意识形态的组件，如科学实验室背后都有政治方案，然则亦建立在科学法则上的近代史学。依此后现代主义者视之，终究不免落空。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其来有自，在西方历部戏剧。且看叔本华的极端之言：历史女神像带梅毒的妓女一样，满口谎言与虚伪。Clear the mouth of history is as thoroughly infected with lies and falsehood as is a common prostitute which syphilis with syphilis。 历史女神像带梅毒的妓女一样，满口谎言与虚伪。即使在科学方法自始刚开始的20-30年代，2300年代，也已由美国史家比尔德和贝克为首的历史相对主义之出现。每个史家都可写他自己不同观点的历史，表出个人的经验。
适应个人的感情，合乎个人的美感。后现代主义者更推而广之，彻底反对史书传统，认为历史叙述与小说故事并无二致，且为史学工作乃是在推广历史是一种知识的迷失。Promote myths that history is a condition of knowledge。后现代的虚无主义者执意终结历史，换言之，连值不必尽都不可能，连历史至少有部分之真也不被承认。总之，已经游猎的遗骨派，由遗骨而来的极端相对论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完全不接受史学之中有任何绝对之真。如果史无真可言，则史岂非有名无实，形同行尸走肉了吗？最近，美国有3位女性史学家有感而发怀疑论深入西方文化的骨髓之中。绝对怀疑论虽未必深入中华文化之骨髓，但以古后遗史绝不死于近代西朝东来之后的中国。孔子早探文献不足争，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也令具有批评眼光的刘子玄感到远古之书其望甚矣。其实不仅是远古之书，使之不止带有其书。在子玄之前，刘协作史传篇，以名言史书而难之本源。一是据传闻而传找旁说，二是由于事情厉害而函数笔端。这是说历史因受外在的因素而不能真。说到外在因素，不能不提传统专制体制对历史真实性的影响。所谓的天子不官时，传为美谈。然而天子若真欲官，谁能阻之？董狐书法不淫，难使执笔，更是千古美谈。但又有几人愿以性命相搏？诚如刘子玄所说，世事如此，而则使臣不能生其强项之风，立其毁功之戒，盖亦难矣。此反而可以说明执笔信史在传统中国之困难。除了外在因素之外，名人已经怀疑到作史者的内在问题。数千百年之登场者编贯之，更具数千百年之观藏者同意之。作者、述者互在存亡于信之中，即有语言状貌，谁属之；即有神情意度，谁记之。何况深谋秘计，爱事媚情，挑人耳目之表者乎？大抵郭苗鸡爪，郭苗溃藻，
古人借之以不食者居半，敢混花书，借古人以治学者居半。所谓的登场者和作者，应指历史人物。而观场者和述者当然指的是史家，两者之关系用存亡于信来形容，所得真相当然有限。不仅此也，残留下来的历史竟有一半是今人的花书，而非古人的心境。可见有不少中国传统史家对有文字写作的历史都不表乐观，也并无太多的信心。清代的张学成也觉察到，史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武于大道之功。也就是对作史者本身的不信任，故主张史德之说。然而史德像其他道德规范一样的笼统，并不能一定落实史家的公心与客观。郭松涛以其亲身体验，深感后之编史者，据奏报之词，以为真信，失之无多矣。吾史之师无，其言有事，或必以耳目以见闻，或潜以流俗之毁誉，或以一人之爱憎而一二义之流传，又加以附会，或以一世之得失而其人生平之大端，反为之趋势。后之编史者，据奏报之词，以为真信，失之诬告的诬，失之诬多矣。吾史之师无，诬告污蔑无，其原因有事，或必以耳目之见闻，或潜以流俗之毁誉，或以一人之爱憎而一二义流传，又加以附会，或以一世之得失而其人生平之大端，反为之趋势。大体中国自古以来并不乏于史不实以及核实为难的论述，此正与近现代遗古派已可乘之机啊。怀记艺术以为史不可尽信，而且体会颇深了。不过他更深入探讨不可尽信的原因。其实外在的因素如政治或宗教的迫害，不值得细究，因非史家或史学本身的问题。他认为一个具有充分史德之人，即使耳目不闭，不潜流俗，免于爱憎，不加附会，不做趋势，亦未必能写出客观公正之信史。他说：“即自存良直，言有真信，而措辞下笔或轻或重之间，每事机位而引机为动，
以渗漏走作，迷进士而大乱真。这是谁写的？我还自己说的吗？他认为一个具有充分识德之人，即使耳目不闭，不牵流俗，免离爱憎，不加附会，不做趋势，亦未必能写出客观公正的信实。他说，即自存良知，言有征信，而措辞下笔，或轻或重之间，每事机位而引机为动，以渗漏走作，迷进士而大乱真。钱钟书的谈艺录哦，谈艺术的艺呢，谈艺录，160。此一走漏观啊，颇具创意啊。他曾引德国的剧评家莱辛之言啊，为画园必须手绘，画图必须手绘，以自演自晚，自晚至毫端，距离甚远，沿途走漏不少。史家对往事的图像每一点都要凭想象。Historian's picture of the past is thus in every detail an imaginary picture. 若眼前既无具体的形象，则必须根据残存的史料拼凑成图，再试描写，走漏势必更多，因而往往虽得古人之言，亦未必能得古人之心呢。古人意欲言辞，今人以为是笔。再者，古之正人能作邪文，邪人能作正文，而今人又往往以文论正邪，这些都可说是可能走漏真相的陷阱。一部史书的好坏，就要端视走漏多少真相而定了。走漏之外，还具博览的，故会也能洞见吴国传统史书的仿古问题。他举孙胜记司马孚与太枕帝师豪哭事，师访左传呢，李见枕尸骨而哭故事，枕尸骨而哭故事，陈寿《三国志》史书先主传陪注引示语，请留备宴会，备决之，未如厕浅遁，显然是仿鸿门宴故事，认为祭祀仿古未必行事失古，因而若一味借古生今，非对不花，典故重窃，是机失真，说谎对白，以指乱诛，隔些杀抓养，格物看花，虽难征情史，转至迷惘。陈寿呢，《三国志》史书先主传陪注引示语，是说心理吗？请留备宴会，备决之，未如厕浅遁，显然是仿鸿门宴故事，认为祭祀仿古未必行事失古，因而若一味借古生今，非对不花，典故重窃，是机失真。
搓黄对白，以指乱诛，隔靴抓痒，格物看花。南征情史，转至迷茫。原因后之作史者还古人文字绝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况，可说是华而不实，遣词害意之力，不知又因而走漏多少真相。以此也可见诗而用，诗可用典而实不可用典。关键即在求真相，不在求典雅。然而实不可尽信，并不等于实无可信。实不信，为史之过，乃人之过。还据说史明言真实乃史之特性，以后现代于史不可能。真实之论显然南辕北辙，故管锥篇论太史公书，虽以为马迁的诗司马迁曾是渲染未必信实有真，以怪是译文未能删除尽尽，但仍为吴国之有史学待照端于马迁。无他，因为马迁始能信异于之故左传故以蒙信以传信，以传以信以传信，以传以的史事，能如语中营宴，明媚机微，一直到马迁混笔乃以责人西礼之真通于史家求是之史。能知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采者。并将可怜无所谓之轶事述说，quasi history， 应郭而外之于史，遂唱明孟子所发书不可尽信的义谛，判别千魂，班固三萧马书会生传神之笔。可谓尽言此正希罗多德，所以被视为西方史学之始。西式自称我必须说出已经说过的，但我绝不必信其为真。此自谓乃全书之宗旨。I must tell what is said, but I am not at all bound to believe it. And this comment of my holds about my whole history. 西式虽如司马迁也有传闻之物，但然也如马迁力求严肃谨慎，常以我认为如此如何，我认为如何为判断真相留下一地。
足见怀记以真实为史之标准，以求真辩伪为史家之标准，故无可疑。怀记论史家求真之道有谓：非传真之难，而传神之难。以其神即易失其真理。故颇赏王安石所谓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王安石的名言呢，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传真并不容易，但相比之下，传神更难。而且传真若遗失了精神，还是得不到真相。古事的真相可由科学方法重建而传，但是没有精神的古事，仿佛走了电的电池，难见真情。古文的真意可由阐释学方法而传，但若不得古人的精神，文字分析的再精确，可能是邪人的正文或正人的邪文，转至迷惘。所以一定要能传神，才能传真。神要如何传呢？怀记有言：史家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闲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蠢之惰之，一揣一谋。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闲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蠢之惰之，一揣一谋。此论显然以实证主义派史家一策，而与克罗齐、柯林武之历史哲学观点同轨。柯氏之名言曰：史家必须重演往事于其心中。The historian must reenact the past in his own mind. 史家必须重演往事于其心中，岂非遥体人情，闲想时事之谓乎？如果要写一个皇帝，必须要闲想这个皇帝走过的历程，因此史家也就要重演皇帝的经历于其心中。Thus the historian is reenacting in his own mi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emperor. 此非设身局中，蠢之惰之乎？柯氏将心比心之说，并不否定史料与文证的重要性，因而将心比心仍需涉及选择史料与解释史事，而是反对用剪刀与浆糊重新来编写历史。但是过分的强调史家匠心独印，多少影响到主客观问题，心中之造也不免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结果，忽略了往事本身的客观存在，自然会助长史学相对论的发展。怀记未必是相对论者，但肯定不以历史为死亡的过去，而是可以活在现在的过去。任何历史事件早已是没有生命的沉积，欲使沉积存活于今日，不能光是复制沉积，而需有史家匠心独印。
是成绩背后的精神面貌，包括思想、感情、社会结构。思想、感情、社会结构。复现，此亦正是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之为止，而为怀记所引用赞同者。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因为经过史家匠心独印，包括思想、感情、社会结构这些精神面貌的复现。那好像导演嘛，演电影的导演嘛，电影影片的导演呢。怀具同时注意到史家遥想古人古事常会缘起而尽失，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于切己之情景会心，况待相知，高举有气。缘起而尽失，自本身之阅历着眼呢，于切己之情景会心，况待相知，高举有气。默契的契，并以钱穆斋推崇慧远和陶潜潜水艇的潜的例子，说明后人如何脱古喻今。脱提手旁的脱古喻今，比喻的喻今，借交快垒，自明中取。所谓的云平偶遇，真借一亲。云平偶遇，真借一亲。这牵涉到古事时事相影射、互相映花的问题啊，也可以说是一种经藏，值得细究。不过脱古易今或无助于对古之理解，却有助于对今之理解。穆斋脱古，实由此可知其晚节既堕，欲借也使停自稳，以便隐晦上解。类此在中国旧史中例子甚多，如师询之六国论、苏轼之商鞅论，皆以古事论时事；易宋之会了，以王安石变法。以今两书又自成古，今人复可治两书之脱古，更得两书及其时代之真相。载彼之真，亦求尽而不误。自19世纪以来，在实证主义以及兰克学派的冲击下，如幽灵之附体，难以自解，可怜吾之说略有驱鬼之效。然而后代已至于史无可信之的地步，后现代了，已至于史无可信的地步，则走向相对主义之极端，或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史家在绝对真理与绝对虚无之间，唯有接受直不必进的事实之疑，继续设法用新而有效的方法求真。如果说历史真相仍是一面模糊的铜镜，则许多科学原地里的真相也仍多不明朗。而唯有继续追寻事物的真面貌，很多科学界的定理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也是会被推翻的。继续努力吧。
载笔之用。载笔之用，怀据年初，惩恶而劝善为载笔之用，可谓中国传统史学的一贯传统。以儒家伦理为准则，对史事做善恶是非之论断，以便流于世道人心。从刘勰的史传篇曰：“张善治恶，树之风声”，到刘子玄的史通，刘知几的史通，应该念刘知几哦。史通曰：“史之为物，生以劝诫；树之风声，史之为物，生以劝诫。树以风声。又曰：史之为用也，记功思过。张善治恶，直到张时哉。”的文史通义曰：“善善恶恶，包正而度邪。”足见传统中国史学名家始终不易此一之者。西方史家以善善恶恶、善善恶恶为道德评论，或者是价值批判，议论不一。或是或佛，而近代史家佛远多于是，皆不是传统中国之较为一致。而近代中国史家在西风激荡下，亦以善善恶恶价值判断之不当，有损史学之公正与客观，而必须摒弃。盖自19世纪以来，实证派的史家由视善善恶恶为禁忌，告诫作史者应避之若疾。他们认为是历史有一定的法则，决定历史的发展，不受个人意志所左右。一切的好事或坏事都不可避免，故做任何善恶褒贬都是不公平而无意义，甚至是无知的表现。一时盛行的历史决定论 （historical determinism） 因而有一体两面的结论：历史规律像自然规律一样无法改变，只有依从。既如此，则所谓的个人或个体有选择的自由或自由意志，纯系幻想。历史规律像自然规律一样无法改变，只有依从。既如此，则所谓个人或个体有选择的自由或自由意志，纯系幻想。这是历史决定论者的一体两面的结论呢。历史既然有固定的法则，不受个人意志或行为所影响，个人自不必为其善恶行径负责，善善恶恶也就成了无地之始。但问题是，历史规律并不能等同自然规律，因为历史规律完全不能预测。所谓法则
大有伸缩的余地啊，将人事视同物理之妙，物化嘛，这个物化，把人性物化，这是大的错误。将人事视同物理之妙，犹如柏林士所说：“我们把历史降格为物理，以为贬斥成吉思汗和希特勒，像贬斥银河和量子一样。”人之言行既不像物质受制于铁律规范，个人仍具自由意志，自须对其言行负责。然则对人物加以褒贬，也就得有失了。以历史决定论持相反意见的相对论者，以不同的理由也反对善恶褒贬。史家既各有其价值观，任何善恶褒贬都只能反映某种价值观。换言之，做道德裁判需要标准，但标准难移。从历史看，道德标准却因时而变。最明显的莫过于道德的信与守。在渔猎、农耕、工业三大时代里，绝无可能一成不变。标准既然随时而变，用一个时代的标准来评论另一个时代，当然犯了时代错误。章太炎说得好，宋人往往好当时之是非，衡量古人，实则古人之安为利害，不应以后人之目光判断之。即使在同一时代，由于民族的优越感、国家的偏见、意识形态的固执，以及文化认知上的差异，也不可能有共同的准则，甚至连同一事都会出现双重标准。即使在同一时代，由于民族的优越感、国家的偏见、意识形态的固执，以及文化认知上的差异，也不可能有共同的准则，甚至连同一事都会出现双重标准。我们所知马克思主义史家常以其意识形态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然而今日西方史家也自认，当今撰述不错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有整个学术生涯在冷战阴影里度过的经历。Most historians now writing have spent all of their professional lives in the shadow of the Cold War。 当今撰述不错的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有整个学术生涯在冷战阴影里度过的经历。Most historians now writing have spent all of their professional lives in the shadow of the Cold War。 致意感受到意识形态之影响，以一偏之见为基准，做道德之裁判，故彼此彼
故彼此。难怪现代史家颇多谴责史笔之善恶恶，且因而主张既不彰善，亦不治恶。宁为聪明之侦探，莫当傲慢之判官。宁为聪明之侦探，莫当傲慢之判官。然而从逻辑上说，没做好善恶恶是否就可居然否定善恶恶之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史学方法的完善，冷战的结束，文化的交流，视野的拓宽，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共识，都可揪傲慢之弊。然而从逻辑上说，没做好善恶恶是否就可居然否定善恶恶之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史学方法的完善，冷战的结束，文化的交流，视野的拓宽，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共识，都可揪傲慢之弊。是以侦探的比喻只能说明史家之求得真相之后，仍需做尽量客观的判断。师承兰克的英国名师阿克顿就直言，历史人物为后世作者，史家张善，素之风声，无不以为大谬。师承兰克的英国名师阿克顿就直言了，历史人物为后世作者，史家张善，素之风声，无不以为大谬。美国学者瑞德尔一说，风俗之美，史家有呵护的责任。风俗之美，史家有呵护的责任。牛津思想史大师柏林更为善恶是非含涌于语言文字当中，即不想善恶恶也不能也。何况善和恶恶乃人类自然的情愫，不必强制压抑，主观评论，纵或有差错，也不能因噎废食。译者克罗齐，意大利的哲学家吧，克罗齐，否不以善恶古人为善恶古人为然，因古人不应被今人裁判，今人攻击古人，犹如拳击手打雕像。然而克氏虽以今人评级凯撒剥夺自由之无当，却以守住19世纪欧洲史中以自由为准则，力评俾斯麦之剥削以限制自由，嘲弄教授压迫天主教，甚至昏了头要意大利政府负责教皇的言行。管锥篇艺术克罗齐译文原著亦有言曰：善恶恶，史家直至所在，勿容规避，
果魔能其强，是为论学论证中之阉宦，太监的阉宦，无使其阉宦所能赚灾。可是既然反对历史通者，重视道德，若为人者行为之中无疑有善有恶。No doubt, there is evil as well as good in man's behavior. 更以自由之义谛为其思想的信念，善善恶恶亦是所难免。他不过是要强调，以往之古人古事化作尘土，故妄加评议毫无意义。真正的历史必存活于今人的思想与行动之中，在活历史中自有善恶，且不可谋能其强，言正可知。比诸中国传统善善恶恶之论，实未多让。这是钱钟书《管锥篇》翻译叙述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意大利文的原著，然后就是也说到善善恶恶，史家之志犹在，勿容规避。果魔能其强，是为论学论证中之阉宦，无使其阉宦所能赚灾。可是既然反对历史通者，重视道德，若为人的行为之中无疑有善有恶，更以自由之义谛为其思想的信念，善善恶恶亦是所难免。他不过是要强调，以往之古人古事化作尘土，故妄加评议毫无意义。真正的历史必存活于今人的思想与行动之中，在活历史中自有善恶，且不可谋能其强，言正可知。比诸中国传统善善恶恶之论，实未多让。所谓善善的恶恶，不应仅做最狭义的解说，认为是对历史人物做黑白分明的评论。中国传统史学在实践中，善善恶恶的主要意识，原不在于褒贬死人，而在于警惕活人，为活人做知见。故历代政府至少自汉以后，莫不参照经史作为治理国事的借鉴。经史之所以合称，以苏老泉就是苏轼的老爸苏洵所说：“经不得史，无以正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苏老泉所说哈，经不得史，无以正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斟酌其轻重。所谓的读史致用，其要义在于此。昔人亦有，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西方人也有，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and that politics are but present history. 之说，也无非说明过去的历史对当今政治的重要性。因不知往昔，无从融洽国情。有如格里士所谓“知所从来，
使命今日之处境。What we are, or where we stand in the light of where we have come from. 知所从来，使命今日之处境。What we are, or where we stand in the light of where we have come from. 知所从来，使命今日之处境。故历史知识有助于决定如何行动，以便择善舍恶。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can often help us to decide which course of action we are morally obliged to follow, and which we are obliged to shun. 历史知识有助于决定如何行动，以便择善舍恶。自近代国家之兴，列国争锋，所彰之善，往往是本国之独特及其优秀所善。所致之恶，则往往是他国之凶恶。载笔之用也遂为爱国思想的泉源，爱国主义之滥用遂有国祸之说，如德日的侵略及其亡国。时有以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而不讲道德之故。二次大战的时候，轴心国德国、日本、意大利那都投降了，德日侵略及其亡国嘛。时有以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而不讲道德之故，德国史家麦乃克有感痛切，但是滥用爱国之物之恶，不能因而漠视爱国之善。国界存在一日，非爱国无以存其国。章太炎盛叹，4万万人都不知国家根本何在，失地千里亦不甚喜。就是由于不读史书，故无从爱其国家。载笔之用，其今只以发思古之幽情哉。章太炎感叹因为不读史书，所以无从爱其国家了，才会说4万万人都不知国家根本何在，失地千里亦不甚喜。历史教育做好才有帮助于爱国。会爱国无以存其国呢？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则改之。这里怀记表出武力涉及史学3大议题及历史文章、历史求真、历史致用。主供历史学者参考，后可据之再做进一步的探讨。历史文章仍应以美为最高准则。旧时代的史家，不论中外，亦如张实在所谓：“史所以在世者也，故良史莫不公文。”史所以在世者也，故良史莫不公文。所以无人读《史记》，觉其文书当有其气，如司马迁的《史记》，觉其文书当有其气；读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学其行文治世，
一味曲褒，行文治世，一味曲褒，罗马帝国衰亡史。然而当代史家都不上文，甚至认为文有碍于史，故历史文章也就写得像科学报告，不仅索然无趣，而且佶屈聱牙。刘必早为逝者所需，怀具特远，危险相反相成之意，结事含蓄为美。点到为止为美。由此买理，其文多义，颜非美文由此买理，埋葬了理，真理，起立的文多了义理，颜非美文美好的文章。而史文之美，更不必华而不实。历史的殿堂除了内涵充实外，尚需外形美观。历史的殿堂除了内涵充实外，还需外形美观，尚需外形美观。历史是求真，历史家的职责在求真，则是史学的最高指标，因为历史的本质应是真。史而不真，就不足以称史。然而史之为物，最难者也是真。由于求真之难，遂有两极的发展。乐观者亦将史学建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真实与精确，而悲观者则亦放弃史学真实的可能性，而归之于小说文艺一类。两极实皆不可通。怀具文学家之素养，不起后现代之偏颇，虽探史多不可信，然生探不信之故，得有所见。书刊补作史者，求真之不足，史学之真与美果能闭合，其效用应不止于史家孤芳自赏。供读史者遥想古人古事，历史知识必有其用，无法善而恶恶之传统源远流长。俨然以儒家道德标准判断中间善恶，而事实上极大多数的历史人物难以黑白区分，但善恶的目的实在知见。编古人之诗之意少，明前车之赋之意多，以及西洋人所谓历史的教训，历史教训却不易学得。名人有古今，异情而同行，同事而异功之说，正说明历史不可能完全重演。英人赫胥黎也有说，最主要的历史教训是不吸取历史教训。That men do not learn very much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lessons that history has to teach。英人赫胥黎天演论呢，他有说，赫胥黎有著作天演论呢，赫胥黎有说，最主要历史教训是不吸取历史教训了。Let a man do not learn very much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lessons that history has to teach。
显然是冷峻的说法，言过其实。至少知往有助于知今知今而后能知去从。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嘛，史记就强调这样，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唐太宗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知国家的兴衰的，引以为借鉴啊。资治通鉴也是有这种观念嘛哈。读史致用呢，能如此，善莫大焉。然则史学之体用，真善美三者兼备，真善美都要有。汪荣祖教授所著《史学9章》第8章节目论清学属世评导论。节目的中国近300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77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前世智慧人工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300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前世赴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2支讲义，因与人工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于是前2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节目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世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面、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会对前人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既有所突破与进展。若能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1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远瞩，大步迈进。本论述凭节目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人工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前书都有一傍梁书的痕迹。前书晚出10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前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前世清学史的看法。前世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300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以人工立意之外，亦有阐述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就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节目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清学史渊源，清朝享国约300年，
钱穆以梁启超所谓300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梁以清学史以对晚明，毕正以王学流弊之缓动，明末虚学之输入，藏书科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所言虽能不免简略，却每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济西学以及新概念对他的影响。钱穆虽晚于仁公一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仁公一代，故绝不提16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仅为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接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评汉宋之是非。故一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便无以评汉宋之是非。若然，则近300年学术史应作近900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300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900年之前。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枉王学的末流，而且抨谈政治之现状。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钱氏虽极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思想，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故为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与以往更渺不相涉，然则钱氏敬畏清初学风尽出东林，无乃太过。事实上，钱氏所讨论的王黎洲、王传山、顾炎武三巨子，乃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就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继之，并由于用事，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了定论。钱氏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习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篆抄袭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传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77种250卷，此外未科及译者尤多。今改译仁公所记，译者不少，为译者尤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延误。按传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书局1930年重刊，计70种288卷。如果传统文士转入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钱氏仅言以梁氏之意，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继子，
学者最精从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世。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之肯定，而两人对三世的评价也大同小异，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梁所接黎州虽出自阳明，实已提出致良知的心结，为治极行，以就王学空疏之弊，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也许未必有当。然其断定黎州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则颇言简意赅而不可疑。前目所谓黎州重实践、重功夫、重行，既不到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壁，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并未超出梁人公所提致良知的心结。前目为黄黎州政治思想一节，多取明夷代访录，所论与人公也稍异，引文亦略同。认为黄氏以具民主之创辟思想，所以则主要是代访录之所以作。人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将士鲁之下问，也就是说期待清廷的青睐，而正恰恰相反，实欲为待清而兴者说法。前目则据全主望之言，为成书之时1663年，朝夕烟尘，已无可望，更无可待，故而代访录曾于黎州54岁时为黎州政治性为最后之成绩，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然而事实上黎州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性位，似乎仍有所待。继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此乃代访录之底本，曾于前10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果有因无言而行之者，又何以乎吾之自行其言乎？足见黎州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其胸怀故非尽人可比。前目以人公赞赏黎州代访录所言尽是西方民主学说，虽无一词，却有意暗批人公曰：今读其书者，经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愚，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人公并非不知黎州处境之艰愚，若为还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实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愚而持此创辟之见，正黎州之所以异于常人。前与梁对黎州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王夫之好船山，其书自19世纪中叶始出，才引起重视。梁启超虽自称未通读王书，然所著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与王学极重要的位置，并所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为宋明哲学辟易新路，
钱穆论船山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观点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比前人见识多了。前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名体，并推而言之曰：船山理趣甚深，词论甚拙，不图近300年所未有。及类之宋明诸儒，其博大宏阔，又为精简，概无多让。梁氏皆出王夫之反对，纯主观的玄谈，而前一言船山切中流俗，边或是言行者道虚落空之病，以及须知胡解之无当本体，盖其发明性道之优选，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故而既不空谈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此论也未托人工所说，船山提倡实行而不会原理。前目故标出船山喜言双动，以宇宙演化之妙，喜言变动，以宇宙演化之妙，为王室人文进化之说。弘辟深博，为船山之演化观，不仅演进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兴亡起伏之机，实为一石破天惊之论，其前世未及见之。前目甚赏王学，未尝不因认为王学神力之言，仍是宋明儒家己货，有以张载正盟的学风为镜，展露前世一贯从宋之主张主见，亦因而相较之下，远远古于习行，待正单以情述。以前之见，皆不如船山之正，然以前世之言，以下之辩，以论李晚春，一节都有发挥。仅为就船山桂花见离的强烈民族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仅以黄书与种姓以下之黄有谨言，亦带过，未免失之交臂。前目论顾炎武，虽然在传略与引文上颇采良书，但论点颇异。前目一则曰：亭林之自古因，乃成名臣地纪立之遗序，成名臣地纪立之遗序，以驳梁氏称亭林为汉学开山之说。再者曰：经学及理学，亦非亭林所创，因钱穆斋以先言之，亦在驳斥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历次扬名良知之说，虽未清出汉学之兴，前出明末王学反动，岂尽然？前世以此显然在挑战梁启超所谓论清学开山之主，是亭林没有第二个人。然而细查之，钱穆对亭林的结论实已清楚，不做第二人想。
不仅认同人工种瓜故学，博学有闻，行己有耻之经道，而且认为是并世学者皆不足相兼并，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又为以后卿如帅号为转己彼次，所以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节传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无也。然则前目虽不因亭林为汉学开山，实以肯定其开山之功，与人公所言大同之异小异耳。总之，清初学者莫不针对明末空疏之弊而发，故提倡实学。清学之渊源于此，亦显而易见。前目虽言清学源自宋，然并不能无视清学乃宋学流弊之还详。太言所谓宋学自清以节而无华，亦属事实。前目对清初三巨子的评价是与梁启超所见略同。清中叶之考据学，前目以传统学案题写学术史，但见学人先后出场，却难见学术与流派之演变。钱家考据代表清学的全盛时期，但全书实未能尽到其来龙去脉，而以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学开山之说，亦颇持异议。虽能以钱家考据上承亭林，然承袭之机不同。白硕宇曾批评钱穆将故事为复古主义者道学先生，抄书匠歪曲了亭林考据学的优良传统。虽言之尖刻，不谓无见，钱穆尤其不应误解亭林所谓著书不如抄书之真意。故事之意仅仅是说盗窃或改串他人的著作，还不如忠实的抄书。而此一误解却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据为目的而非手段。所谓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续复古以抄书的传统？显然不是。梁启超之《中国近300年学术史》，结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系对钱家考据学的详细总结。由此总结可知，所谓钱家考据学，却不免堕定还守，为考据而考据之机，亦非无据。今人探究考据极盛之故，常为专制政权禁锢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钱家正当清之盛世，时有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考证工作，其结果对古籍的复原与整理，对文化的承继，是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说，为乃至明末清初以来重视大问学的自然结果，能以内源说补外源说之不足，为大问学与尊德性乃一体之两面，是不可一分为二。钱穆论钱家巨子以张叔树、戴震、东原以张学成、石斋，与两世学术思想之交涉以焉未详，或有其门人续成之。戴震与张学成虽为钱家之要角，未得为包揽钱家时代学术思想错综复杂之全貌。
前书论及钱家时代，也为下多元时代与学风的关系。亦看不见庭林考据学发展至钱家的过程，以及两者间之异同。休宁、戴震至东元，可说是钱家时代最享盛名的学者。不仅在考据学上别开生面，从字义、名物、度数以及通经义，所谓信孤名而后义理名，而且在义理上更颇有发明，由令后世学者敬畏。胡适之就把代东元的哲学等同英国讲求实用的功利主义，视为清初以来反玄学运动的成果。梁启超也说，东元所言绝是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渐焉，清学派之精神渐渊。梁胡两人皆将汉宋之争视为实学与玄学之争，而尊汉比宋之意义言表。然此恰为前目之所能接受。然此恰为前目所能接受，并见诸其论述之中。如为东元学至江永，回涉又是诸子故里，弘上笃实，严厉尊诸。所谓代学原出诸学，张实在以先言之。为前目认为东元论学之变，由于受到会动的影响，使尊汉抵宋。尊汉抵宋，亦因而使前敌代，亦因而使前敌代。若为东元在四库馆盗窃赵东前教水晶柱，为至永乐大典即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则又效实在之次代。胡适之穷毕生之力之水晶柱，无亦为代世辩无乎？学者间相互激荡，是属平常。
然东原是否闻苏州会试之风而变，并无确据。亦如胡适疑心孟子之意述证和袁善受到原理学派的影响，没有确据。但东原的学术思想却可分前后两期，而后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学术思想，即使他最后受到会动的影响而变，他的学术之精湛已远远超过会动。代学既不能归功于会动，亦不能将代之义送公诸怪罪于会动，更不能说代助会夺宋如讲义理的传统。何况学术思想之变不可能突然发生，而是其来有自，应是研究戴震早期作品经考与经考附录，发现东原后期思想的发展大致都可在此早期作品中得其根源。然则戴震思想有变有长，仍具思想发展的一贯性。东原晚年从变性义到变理气到变理义，亦有其一定的发展过程，并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导。钱穆虽认可东原考证之精拙，然并不认同其义理。太原强言代之名著《孟子志义述证》一书出，学者自是博成诸，而钱穆遵从诸子，始终如一。晚年撰100万言诸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位，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诸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以伦比。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公诸之论，故斥东原所论激越深刻，诋毁于混，以东原颇自汗焉。亦因而下士东原曰：余观传山议论，颇多与东原相同，然传山极尊宋儒，其事超于东原矣。因亦颇为借重张实在批代之言，若为东原以诸学传统反攻诸子，故实在讥之，为其饮水望源也。更说学问之事，不尽以信估考试，以夺代学之长，并断言东原会有余而事不足。钱穆颇恨以诸夫子为难之人，大是方东树。前世毛头既指定东原，与张实在自多表同情，然张氏在钱家时代时遭冷遇，其书亦未出。钱穆专章论实在，与东原相抗，和
以张大其人。所谓东元时斋，乃钱家最高两大师。亦如人公谓张学成为钱家全盛期与退婚期间一重要人物，不免夸张。实斋之成为重要人物，乃后世之发现与认可。实斋之学也多后人主观的诠释。实斋针砭汉学家之言，即为钱家汉学家所知，则又何从影响其时代？以时代学术之重要，端视其影响的深远、深浅，以及反响的轻重。就此而言，戴震无疑是清中叶最重要的宗师。梁启超与段义才、王念孙、王隐之父子为最能光大戴门之业的后学，显然着眼于正统汉学之朴学，其一脉相承，总是增华之基，理然可循。钱穆则以焦礼堂焦循，阮云台阮元，林次仲、林廷堪继代之后，三人顾及重东元，亦接受东元的影响，然为尽受戴氏还礼，及钱穆之见。焦循虽学中东元，不免逆时代考据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艺之才，故思辨深赞，可以东元时斋鼎足，甚至较东元为严密，亦因而能不随汉学家考据之风起伏，进而能中代元张学成代张两家之长，字数一致，所可译者，礼堂既未得读实斋之书，又何从终其长乎？不过焦循的思想确有可述，尤其时变旁通之意与异端直译之说，非同凡响。钱穆虽言礼堂旁通异端之说颇详，实未能就两者之意义多所发挥。如时变旁通是否以发清记变通思想之先生，异端直译是否以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论，实无需局限于汉宋调和一端而。阮元之学故意植根于东元，自古训明，而后义理明，训孤明啊，而后义理明。钱穆因见阮之长于归纳，有别于焦之长于演绎。故谓阮重实事求是，近乎诸子；焦主自私求通，近乎陆王。有焦阮性情之意，以明学徒之臆测。再因阮氏出处较显，铸成汉宋兼采之风，所以以礼易代之礼，然论经时以代同尊行清，曰：东元言性善，专就实色之性言之。
以次重原理，专就声色味之好恶言之，同一师也。而灵魂术理的旗帜，更沿汉宋门户，则杨代之风而益甚矣。为灵亦颇道汉学流弊，不以号骂宋儒而高自标志为然，也不以喜圣演周孔为然。列此皆颇合前目之意。前目标举东元后学之意，可以列见汉宋门户以及两人道术之意趣。前目论述论教训阮元灵庭刊之语，附录东方东树方直之，涉及清中叶学术史上一大公案。事关桐城派侠院攻花汉学，梁启超说方东树助汉学相对，遍抵盐湖会代所学，不遗余力。为梁氏虽说其书为宋学辩护处，故多依旧。然仍为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前目则谓黄东树之书，颇足为汉学争编，有乐见其尊护诸子，虽因方式适口无忌，其书之水准也不及时斋之通义，以陈理之学思路，但风格差劲，皆不满当时极盛之汉学，并可觉其病痛者。但是梁前两世均未对此一公案做全面的探讨，并未追究其学术史上的意义。前世仅在附录之中稍稍涉及，隐约不彰。按照章太炎的说法，待朕自学深邃，令诸儒赠悚，愿为弟子。天下人虽敬重经儒而轻文士，导致文士与经儒间的交恶。桐城派文士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的桐城义法，但是桐城诸子并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乎没，大言自壮，故犹遭轻蔑。姚鼐想做代朕的学生，未被接纳，感到羞辱，仍乃不断抨击朴学残碎。后来黄东树写《汉学相对》一书，虽不完全是污蔑之言、污烂之言，然方士本人亦属文士，强以宋儒自居而行不复言，所言汉学弊端，仅仅是为是，反增纠纷。近人朱维征以此一公案有进一步的论述。那位姚鼐死后，将还转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又转宋学渊源记，独不记桐城朱家，因而结冤。方东树及姚门弟子
反应最为强烈，凡与汉学有关之人都在攻击之列。尤即使于戴震与扬州学派以维护诸子以发明道统自任，学术价值虽然不高，但颇得同城杨胡两派之声援。更有近者黄东树身后正值咸统大乱，曾国藩被当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汉学相对亦随事变而风行一时。然而变局之下，汉宋时两败俱伤，双双凋零。诸事所论，颇能补前两功之缺。盖思想史之研究，不仅需追究汉宋间理性对话，且需顾及学者间之隐情失踪，亦需注意时代因素及其影响。前目著作体例引一段评说一句，不脱旧时还礼，实难畅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晚清学术史。晚清学术造自钱家朴学四维之后，讲求复古。钱家考据学风崇尚朴实，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有谈无根。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繁琐、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际衰相已著。梁仁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居于汉学本身，因迟滞而腐败。汉学家尊古而善于之矛盾，以及咸统战乱之刺激，是以经世纪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钱家清学的衰微。前目论清学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元以来胡学家立指宋儒之徽事，故述衰世之继起者，多以调和汉宋为言。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旧学与新学的良方。不过畅言汉宋调和，即使能够落实，是否足以应付道咸与这的事变，殊为可疑。而此一关键问题，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正当道咸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汉学因经文的复兴而趋分裂。经文之复起，这与钱家兼著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然经文之惨绝奥旨，往往千罪比附，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自非前目所能允可，故目为浩荡之风，较其比试会动有过之。若为其实，则为供养，又转而为经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演学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学术自道同趋失灭，无救二应。前目此语。
总结经文学在晚清的影响，认为关系到学术之道的师妹，甚至将清代的父王归罪于经文。此等大事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明其因果，岂能一笔带过？梁启超将经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钱穆也认为，常作经文学，虽然其庄存立于刘宏禄、宋凤祥，然便于龚自珍与魏源，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龚自珍是将经文学派之清古经推展到注重实证，龚氏却是清儒在百年文字阴影之余所开发出政论风气之一人，在学术上固然为全家经学的反响，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生，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世人。凡此皆龚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深细究。然钱穆后因其鄙视经文之故，对龚氏的评价偏低，因为其承袭张实斋之说，在习其屡试不受而消极，以至于往往有彷徨企图莫审侍从之慨。又说定安的定息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成，亦非能开风气，虽可说明，即使定今西有那个字，上面今天的今，再来是西东西西边的西来，这个字很少见。金啊有啦，它的器皿的名啊，也不能有所作为，足不免自我否定其学术思想之重要性矣。钱穆《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一书的真正英雄人物终于登场，此人乃曾国藩，181到1872年，活了62岁。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前世所说，国藩学业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此论显然与全家汉学家义，代表晚清反考据之学风。更何况曾是以中兴元勋提倡经世致用，以挽救世风为己任。曾氏理论谋汉宋会通，扶植礼教，而礼以实为大，遂达经世济实的目的，不谓无见。然而前世不仅以专章述征，而且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赞褒有加，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如以杜马补喜正之篇，以礼为之纲领，管
经世考核一里一牛，密字旁一个官啊，官经世考核一里一牛。有为体大师经，只为学者开议归敬。又说以家道汉学家继东元后，专以考定古礼冗碎为能事者，回不磨焉，窘不磨焉吧，可能是窘而不是回。又推议其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以至于笛声之所成就，不仅看平大难，足以正朔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识。有清201年，故意少见其批矣。故而笛声之末，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少见其批矣。故而笛声之末，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时同治中兴所谓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以此足见曾国藩在钱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实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见钱穆与曾国藩在思想与意识上之相契。现代学人之中，故不仅仅陈寅恪之思想在湘南皮之间也。曾国藩之外，另一钱穆青睐挺远的晚清学者是粤人陈理，号东蜀。东蜀完全是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前世以东蜀深知大乱衰世，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性古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师，故意晚风气，编流俗，主汉宋兼才，有意提倡新学风。所谓新学风，以前世之见，只是不分汉宋，以求微言大义，且不期而已。张时斋晚风气之说相同，并响应方东树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则所谓新学风，实无新意，更何况钱穆又说东蜀之学仍不出古训，其意实意汉学家勿专务训诂，勿忘义理。若然，则东蜀乃汉学之正兴者，亦不得谓之新学风。另可注意者，钱穆于东蜀的学术实未以多许，若谓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承诺，又排比众说，不宜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以两汉400年诸如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取去抉择，在作者虽自有为意，而至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为研制汉儒思想者亦完备之参考书也。又说其言学问偏主读书，
议论是不如研习哉，研读书为重经籍，是解释不如张实哉。既如此，则又何须专章论述成理？原来前目全权治其向往之意，东蜀者，因东蜀历次事情既然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否重前世当世之感慨。今日安得东蜀其人者，以上往之以诸子正君，相率去以博学之福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诸子正君云云，力荐前世本人学术思想之归宿，而胡论学好恶，以胡论学好恶之所本。康有为虽是节目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一书中之殿军，也就是结束清学史的大学者，但是钱穆对康之评价甚低，以梁启超对乃师的赞赏迥异。钱氏认为，康之公羊改制说，实自川人廖平剽窃而来，甚至说康门学说尚是廖继平范围，岂不是说，若称康门，还不如竟称廖门？至于李应大同之说，康虽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抄袭也，而所论也不出谭嗣同的人学。然则依钱穆之见，康有为并无自得之学可言。前世清学史的完结篇虽有极为消极的结论，常述之于考据如料，如于思想如谈，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以后，还其自为矛盾冲突抵消，以弃于灭尽，则300年来学术治世已告于结束，扫地次第，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至为。之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是称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扫地次第，未免言之过当。盖后起者，颇多自认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康之思想非无创意，所谓矛盾冲突也非不可解释。康有为固然受到廖平的启发与影响，但两者的规模与目的决异，殊不可同日而已。萧公权先生之康有为思想研究已有定论，以康之评价，为萧钱两世可各持一端之词，属是否公平判断之事，将康氏震动一时、影响深远的新学维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说成完全剽窃廖平既无影响的知圣篇与辟流篇并不公平。既为窃制廖平所窃之货，无论好坏，自应由造货原主负责，且又即使已非造货之人，竟为常数抹杀一切，强辩曲解，徒乱后生耳目，
果如前目所言，其所来之料瓶，则抹煞曲解之罪，岂非应归之料瓶才是？康氏论学却常不顾证据，强词夺理。梁启超亦不讳言，前目就纯学术之观点批评康鲁莽灭劣，亦不为过。然而不能不体会康氏著作之为旨，言不在纯粹的学术考证。康明欲学以致用，甚至以学术作为达到政治改革的手段，亦因此能在思想界引发飓风和火山。前目认定康氏思想之两极端，以为戊戌变法是走极进的极端，而民国以后反对共和则走保守的极端，似乎前后自相矛盾冲突，实则未能全面掌握康氏三世说而致悟。康有为演三世说为政治改革论、政治改革理论。一个基本点就是制度演变必须循序渐进，而不可劣等。戊戌时期保守势力仍强，必须极力求变。而民国以后未行君主立宪，就举行民主共和，有违渐进之意，造成混乱，故极力反对。若知康氏理论之整体性，便知并无重要的矛盾或自相冲突之处。萧氏研究康有为之最大贡献，要能厘清康有为之现实与理想面、现实面与理想面。现实面具有改革而争中国与现代化富强之意，而理想面则求世界大同于未来，乃分属二个不同的境界，是当前与未来的关切原本不同，并非矛盾。就康之大同理想而言，内容之丰富，诚如萧氏所说，康有为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主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凡细读康氏大同书者，当有同感，而前目竟视之为无端发此奇想，以空想为游戏，此章不实之论。中外乌托邦思想多以精深或浅薄，仍有其客观标准，非仅凭个人好恶、同情与否而能断言者。前世悟今闻，是改自为荒诞，无从体会康有为思想之重要与意义，失之多矣。西历东渐，康有为及其同时代有识之士无可回避的挑战，故探讨晚清学术思想必不能不细考西方因素，而西方因素正是前目论晚清学术史之最大盲点。他仍持有根深蒂固的本位主义思想，谴责用以变现，而不去处理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的新时代课题。以至于在前世笔下，清代学术思想传到康有为，变得矛盾冲突，一无是处，无所适从，而有扫地赤力的错误结论。
结论：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由仲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20世纪的人写19世纪之书，前世写清学史是设身其境，以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是一代学者做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士就是钱穆，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辩，以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推崇宋朝尊敬朱熹诸子的基本心态。钱氏自身之学术思想背景如此，其论清学史亦只能选取若干学者，述其传略，摘取其著作要点，以其个人的信仰加以评论而已，取样不广，难见学术思想之全貌。一时代精神文明的整体，只能说是学者之学术思想列传。其所论清初学者，议论以梁启超略统。论清中叶钱家考据学，则以梁教义。钱务朴学，比宋公朱，颇自激谈，而梁则甚喜朴学的实证风尚。论晚清，则钱梁所见决议，道咸以后思想之变举，莫重于经文的博兴。学者由论证而图政改，常有为以学人推动变化而至高峰，故梁士康乃晚清经文运动之中心，诗学之集成者，而自称经文学派最猛烈的宣传者，亦自认学术活动虽具政治色彩，然寄望于新时代之启蒙，甚为殷切，亦颇乐观。前则是经文改制说荒诞不经，教会动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士康有为如学术之罪人，以其为清学之总结，亦逐渐正学俱亡之不可挽救。其情悲观，两世背景与思想俱异。遂有颇不相同的学术结论。从现代的学术史研究而论，钱穆与梁启超在方法上均无多突破。现代思想史贵之在特殊历史时间中，思想与思想间的相互影响与演进，以发现其时代思潮的特征。而时代思潮面向稀广，为仅由名家巨著所能形成。
于不见经传的短简小册之中，也可窥测时代思潮的趋向。时代思潮错综复杂，亦未必一致，同中或有异，而由一时代转变到另一时代，也非干净利落，往往星光映目而旧影犹在。清学史自早期经中期到晚期的纵横发展与演变之机，以及在整个思想史上的意义，有待在先前开拓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以上是汪荣祖教授所著《史学9章》的第8章。前目论清学史述评。汪荣祖教授所著《淮剧说史阐论5篇》，史学9章第9章。淮剧说史阐论5篇导论。淮剧是钱钟书先生的别号，点出元好问诗句：夫淮剧以无多地，秋水明蛙至一天。以前著《管锥篇》书名